莹莹，经理好，怎么样？身体怎么样？我已经好了，完全好了，我腿已经全都康复了。是吗？嗯。我跟你说，这是咱们公司啊新开的一家店，我带你走走。好。你呀，以后啊就在这家店工作。叶子呢，我也把他调过来跟你。如果人不够啊，咱们再招人。总店网购这一块啊，还是由你来负责。上次你跟我说的直通车啊、小广告啊，该花的钱咱就花，不报销。我是这样想的，最近非常流行的双11、双12，我们也可以参加嘛，对吧？进不了内场没关系啊，咱们自己打折促销。再有呢，就是要开发几款新的这个咖啡系列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那个心情咖啡不错，卖的非常的好。以后呢，这网站的事啊，就你负责了，不用天天给我汇报啊。有什么事自己做决定。怎么了？喂，我就是觉得，我病了这么长时间，您没有扣我工资，也没有辞退我，反而还给我升职了。你是我见过最坦诚的员工了。那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其实你住院这段期间啊，工作没耽误，而且呀，咱们网店的销售额头一次超过了实体店，这对咱们品牌来说啊，绝对是一个质的飞跃啊。所以啊，升你职是应该的，公司还指望你带领大家呀，把业绩再提升一下的。从小都是别人安排我，我头一回安排别人，我有点不习惯。没事，人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嘛。来来来，我带你看看。怎么样？从今以后啊，这就是你的办公室。这以后是我的办公室了。是啊，莹莹，加油！我可看好你啊，把自己的能动性都发挥出来，让咱们网购的生意再上一层楼。谢谢经理，我会努力工作的。那就开始工作。好。空气宝能在一定范围之内把 PM2.5值降为0，这是其他新风系统完全无法比拟的，所以对主机要求很高。采暖机雾霾最为严重，客户购买我们产品，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候起到作用。如果不能按时交货，对公司信誉影响非常大。我们询问了长三角上百家工厂，都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。你说你有办法？什么办法？我的办法很简单，就是分散生产，集中组装。我之前也听小美说了一下你们的情况，你们是想找一家工厂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么大量的生产，一定是对工厂的生产规模和加工水平都是有要求的。这可以说的确挺难。但凡能接你们这样单子的工厂，他们手头不可能没有活。我的想法是，如果把你们的主机拆分成零件，分别有几家甚至10几家的工厂一起生产，然后再找原来的工人进行组装，如期完成交货，不是没有可能。照你这么说，你手上有资源。我在南通做了好几年，之后就来上海发展。之前接的都是一些大型空调的零部件生产，对长三角的工厂非常了解。这是我列的单子，单子上面都是我接触的一些小代工厂，他们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准，我都在后面列出来了。可行是可行，不过这么多家工厂，你怎么来保证他们的生产质量达标呢？这些我都考虑过了。我的想法是，简单的零件由前面那几家技术低、生产力高的工厂做，复杂点的由后面那几家工厂做。后面那几家工厂我都合作过，技术水准还都算蛮过硬的。
然后在上海找一个地方集中装配，发货。这样也好。我们原来的工厂地处偏远，在物流上还会耽误几天时间。如果全部在上海发货的话，还能节省时间。但如果真的确定这么做，必须有一个人全程盯着。你一个人盯得过来这么多家工厂吗？能。我不会让小美再失望了。好，我马上和合伙人商量，你也立马联系工厂，一定要确定，马上开工。我升职了，我今天升职了，我现在是这店里我管事儿的。我今天晚上邀请你们来我的咖啡店做客，我咖啡店现在就我一个人。安迪、关关、兰姐，你们今天来我全免费，包括你们以后的咖啡全都我包了，好不好？小曲吧，小曲就算了，太有钱了，我就不给你提供这个福利了啊。不包我的咖啡，我就不过去。最后一个什么鬼啊？滚！皇后娘娘请安哦。皇后娘娘，您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哦？哎呀，你就别捣乱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哥找到了，找着就找着了呗。有钱的时候找不着人，没钱的时候就出现了。不愧是曲连杰嘛，挺能耐呀。哎呀，这回真不是这样。有人做局，骗他到澳门去赌博，欠下巨债。就刚刚担保人啊，拿着欠条上门，让你爸带着钱到澳门去领人呐。你说什么？我马上回来。我不同意，我们家是有钱，可钱都投在公司里，我们哪来那么多的现金帮他还债呀？阿发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是，连杰赌钱是不对，可他毕竟是我的儿子，我能不着急不上火吗？再说了，之前我有个朋友就是因为赌钱不还，被人放在了通缉榜上，
花再多的钱也要找到他。这都多少天了，好好的一个人连个人影都不见，我能不担心吗？再说了，难道以后你让他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？你看看担保人带着的资料上，啊，不光有连杰，还有他的前妻、女儿，通通都在上面。难道你让他们也生活在危险之中啊？你还讲不讲理啊？是我让他们生活在危险当中，还是你儿子？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，为了拿地建楼，我们当初垫进去多少钱，你不是不知道。现在手上的几个工程全都等着现金周转，银行还有那么多的贷款要还，替他还钱，钱从哪儿来呀？我可以把手头的工程出让2个，把国内国外的物业能卖的都卖了。哎，你做这个决定，你通过我没有啊？哎，公司的项目你说出让就出让，你问过董事会没有啊？老曲，当初你离婚的时候，你可是一文没带出的门儿。这么多年，我们挣下了这份家产容易吗？你就为了娶连杰这个败家子儿，你就不惜公司的利益，不惜损害我？你就不想想，有多少个亿经得起这么糟蹋？等等，曲连杰到底欠了多少钱啊1个亿！像人家那种家在上海的还好，像我们这些外来谋生的呀，一天到晚的忙成狗，工资全都贡献给房东了。哎，也真是不容易。唉，投胎技术差，没办法。都说人生是长跑，可是这有的人生在了起跑线，有的人生在了终点线，根本就没法比。可不就是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在家纵有千般好呀，却有一点不好，那就是不自由。你看我们现在活得多随性啊，想干嘛就干嘛，有逛不完的店。要不是买房子太困难，不得已找个男人搭伙呀，我都想打一辈子光棍了。打光棍多辛苦啊！这可不辛苦，结婚才辛苦呢。你看你婚前你得各种打扮，满足男人的虚荣心吧；你婚后吧，你还得照顾老人，你还得带孩子。那你说句不好听的，男人要有情义还好，要是没有情义的呀，把你榨干了之后就把你一脚给踹了，哎，压根儿都不管你死活。有男人也没用，自己那些糟心事儿还是得自己扛着自己消受。与其指望他们，还不如指望自己嘞。就是，咱们也算有资历的了，也有米有粮。现在这个社会又不需要胸口碎大石的力气活，还有什么我们对付不了的呀？下班一起逛街啊，樊姐。哎，别，小凡现在有男朋友，得男朋友优先。特不是因为他，我最近有点累，想回去早点睡。下次吧，我喜欢跟你逛街。好吧。瑶瑶，你这办公室可真棒。哎，还真别说，现在看你还真挺像模像样的，感觉特别难想象。我感觉你前几天还是那种只知道速溶咖啡，结果现在你突然就变成咖啡店的店长了。嗨，谁都有成长。就像那谁说吧，说我们对待工作要像对待谈恋爱一样投入，因为我们的男朋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抛弃我们，可工作不会，只要我们努力了，就会有好的回报的。也是。哎，你说人为什么一定要上赶着结婚谈恋爱啊？一个人不是挺好的吗？轻轻松松的，想吃吃，想喝喝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有一大把的时间跟朋友在一起，不用下了班就赶去约会。哎，你说有这个时间，你在单位多拍拍领导的马屁，说不定也有升迁的机会啊。图什么呀？爱，爱在现实面前就是不堪一击。成年人整天把爱挂在嘴上，那就是个幌子，就是个遮羞布。绝对是轻飘飘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成年人最可悲的是什么呀？就是永远觉得自己有爱，会被爱，这其实就是欺骗自己、欺骗别人。关关，爱是需要条件的，物质条件知道吗？别觉得我庸俗啊，这可是一个过来人的切身体会。你没有物质条件，就没有资格谈爱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说想着开始谈恋爱的呀？我记得我好像是看周围人都开始谈恋爱了，想谈恋爱就蠢蠢欲动。
我好像也是，我好像是突然开窍了，大2的时候。我怎么没有确切的开窍时间呢？但是我从小学就可以成熟应对那些纸条什么的了。天哪，这人和人待遇也差太多了吧？我这从小到大我都不知道纸条长什么样，而且我们班有人谈恋爱，我都是毕业之后听别人说我才知道。今天我是找到答案喽！哈，就是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，像咱俩这种，完了就闲置了，谁让她是美女呢？哎，我跟你们说个事特别搞笑。那个时候我们班有个女孩跟我特别像，然后我俩有一天不知道抽什么风了，就说要找一个男孩多的地方，我俩去测试一下。那个时候我们学校门口有一个咖啡店，那儿的男孩特别多，然后我俩就化上妆，选了一条觉得特别漂亮的裙子，还在小卖部买了一包烟。你会抽烟？不是，那是我第一次抽烟，也是我最后一次抽烟。然后我俩不是都拾掇完了吗？然后我就觉得天哪，简直自己魅力四射，就在那儿待了一晚上，结果愣是没有一个男孩过来搭讪。后来我现在想吧，你说我们俩小生瓜蛋子就在那儿装老成，肯定别人一看就能看出来。这跟生瓜蛋子没有关系。哎，主要是你说你一看就是个好姑娘，那男生就怕被你拒绝没面子呀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找能够跟他们认识的男孩一块儿去，那么大家伙互相介绍一下，哈拉一下，不就认识了？不是这样的，如果是美女呢，比如说像你这样的，或者说是像那个安迪姐、小曲那样的，那结果肯定不一样，男孩肯定勇往直前就过来了。那样当然更容易些了。后来呢，还有什么尝试啊？后来什么呀？我失败一次，我都打击的就不行了。不过我还是希望能有一个人是纯粹的爱我，不是因为跟我共事之后，经别人介绍，跟别人打听之后，发现我的条件、家庭背景、工作都符合当一个好妻子才来追我的。我今天是不是说的有点太多了？你们俩不会烦我了吧？怎么会啊？你这样我们就烦你，那我呢？那我不得被别人烦800次了？对他那么烦，我们都别烦他。我们好不容易听你说说自己的事情。其实有的事儿我还挺不好意思跟别人说的。有次我有个朋友说要给我介绍，人家也特别上心，就安排了一次偶遇。结果那人一上来就看上我同学了，压根儿都没看见我。还有舒展，他被他爸妈逼着来追求我，结果一看见小雪，连我是谁都忘了。说实话，我当时我都快绝望了，我都挺怀疑我自己的。真的假的呀？哎，从来都没听你说过，而且都没有觉得你有表现。我哪好意思表现呀？我自卑我都来不及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我遇到了一个能看见我的。真的要谢谢小谢同志，看来他是个好青年呢。双手双脚，赞同。我觉得他也是。所以樊姐，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都是气话。如果不爱的话，干嘛要跟着这个人谈恋爱和结婚呢？而且爱就是爱，不爱就是不爱，哪有那么多条件可以去谈呀？我也觉得，你让我跟一个不爱的人在一起，我根本忍不了。最起码的，你看着他，你最起码能啃下去吧？还真是，我原来就想，大不了我就单身一辈子了。别瞎说，真的，我真是那么想的。我这收入也过得去，我也有能力去应付我以后会遇见的问题。那我干嘛去找一个不爱的人，跟他去将就一辈子呢？对，可能我爸妈那儿比较难交代，但是说服我自己还是挺容易的。你看啊，如果2个人在一起，还没有1个人高兴，那咱们何必要为难自己呢？对不对？不过，如果遇到了相爱的人，那肯定就不一样了啊！这1+1肯定是大于2的。有道理。恭喜你，关关，真的为你开心。我还不知道是不是高兴的太早了，因为我爸妈说要见协同，也不知道见完之后会怎么样。嗨，那都是后面的事儿了。做人嘛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了。1个亿？没错，1个亿。我当时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也把我吓一跳。我一直以为曲连杰是个软蛋，闯不出什么大祸，没想到这次真的让他憋了一个大的。哎呀，突然觉得之前你给我装的那套音响也不算什么，之前还觉得挺夸张的，原来和你哥比起来，你已经很委婉了。我爸跟我妈现在吵得不可开交，
集体让我滚蛋，免得让我围观世界大战。说真的，我要早知道曲连杰这么傻，我当初知道他在赌的时候就应该跟我爸说，毕竟曲家的损失就等同于我的损失啊。我现在看到他这个样子，真的有点兔死狐悲。你这个成语用的有点不太准确吧？你哥不学好是他自己的事儿，你们俩又没什么可比性。你是不知道，像我们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，想要学坏很容易。从小到大，我爸跟我妈就只顾着赚钱，没有空陪我。再加上我爸骨子里重男轻女，从来对我就没有抱过什么希望，对我格外的宽容。我记得那年我18岁刚出国念书的时候，我爸就一次性给我打了1000万，对我只有3个要求：一不吸毒，2不犯法，3不自杀。那个时候的1000万很值钱啊。对啊，那段时间我坐飞机坐的耳膜都充血了，把整个欧洲、美洲能玩的地方都玩了一个遍。光买 LV 包我就买了几10个。最夸张的是，我闭着眼睛我都能背出某款包在全球各地的汇率和差价。哎呀，听得我的心都在滴血。不过还好，幸好现在的你不是你之前那个样子。像你们这种从小到大都是精英的人，很难理解这种感觉。我还是很感激我妈，要不是当初她把我叫回来争家产，我到现在还在这种买包跟 car party 的各种无聊日子中打转呢。老赵，我其实很喜欢现在的生活。像我们这种一夕暴富的2代，很容易被人看不起。我能像现在这样，有你，有朋友，还有工作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全是废柴和流氓。你吧，说的中肯点儿，流氓是，废柴绝对不是，根儿有点歪。不过幸好遇到的都是好人，所以姑娘啊，老天爷待你不薄。这个我得承认。但是某些人拐着弯的夸自己，是不是很爽呀？关雎尔的话，在樊胜美心中激起了阵阵涟漪。他的收入比关雎尔更过得去，他的能力更强，足够解决自己的问题。可即便有余钱在手，他依旧精打细算地过着日子，按部就班地谈着恋爱，从没想过自己可以独自面对这个世界。是啊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？一个人的未知，难道还能可怕过他曾经经历的一切？还是说，在内心深处，他其实还不如2个小女孩来得勇敢，来得独立？小美，我这些天都在忙空气宝的事，四处跑，每天平均要跑3、4个厂子，很忙，也很想你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气我没有自信，自暴自弃，气我没出息，不像个男人。是我做的不好，让你失望了。所以这次我豁出去了，不成功，我绝对不会再回来烦你。
说正题。啊，你一会儿跟我说我那个小公司打理的不错了，一会儿又说我跟赵医生的事儿，你都这么大圈子，原来啊，你压根就舍不得对我爸下手。我呀，就是想稍微的惩罚一下你爸，不想伤筋动骨。那曲连杰毕竟是他儿子啊，要是做得太绝了，会破坏家庭。那既然如此，你找我求救干嘛呀？大年三十你又哭什么呀？既然你这么贤惠，那索性一口气忍到底嘛，把那对母子接进来住，你爸老杨姨伺候他们。我爸呀，一定从头到脚夸你贤惠，打死不看外面女人一眼，跟你白头到老。你什么态度你？对我自家亲妈的态度呀？你要不是我亲妈，我才懒得管你这些闲事儿呢。我要是在外面看到被老公欺负的小媳妇儿，我早一脚把她踹飞了，好吗？我还坐在这里，我要跟你想办法。行了，你要不是我亲妈，我才懒得管你这些闲事儿呢。我要是在外面看到被老公欺负的小媳妇儿，我早一脚把她踹飞了，好吗？行了，妈，你跟年9万没完呀？这么凶，对你女儿这么凶，对你老公这么没用，我看呀，能将我怼chết他了。小混蛋，你想看爸妈离婚啊？当然不想啦，但是你也不能这么窝囊吧？吧唧就是1个亿啊！那下次呢？你是不是把家产都给他呀？你以为我想这样啊？也不知道谁把这件事儿捅到你奶奶那儿去了。这老太太本来身体就不好，一听说她孙子被人追债，哎呦，一口气差点没背过气去。现在呀，正在医院抢救呢，你爸赶过去了，你就体谅体谅你爸。啊？我说呢，你怎么突然就心软了呀？原来又是我奶奶。也是，曲连杰是他的心肝大宝贝，谁要敢伤曲连杰的一根毫毛，10个你我都赔不起。行了，你也别捣乱了，给你爸打个电话，你也跟他说几句，安慰安慰他啊。要打你自己打，我才不和那种偏心的人说话。喂，老曲啊，你到了吗？我也刚到了不久。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妈这次情况不是太好，握着我的手就不放，一直在掉眼泪。看她这个样子，这一次还不知道能不能挺得过来。你就尽力啊，这边你不用挂心，我看着呢。潇潇呢？啊，潇潇啊，潇潇挺乖的，在这陪我呢。好啊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本来我想把这安顿一下，就给潇潇打个电话，让她回家陪你。行了，这边你就不用挂心了啊。你呀，还是找个地方先打打瞌睡，稍微休息一下，别累坏了。你妈那边还等着你主治治疗呢。正忙着找医生呢。哦，对了，你帮我查一下我卡上的余额还剩多少？要是不够的话，你先帮我补上。放心啊，我让会计盯着。有什么事呢，你就给我打电话。我和潇潇啊，准备着随时赶过去。你是知道的，来了也没什么意思。爸，医生来了，回头我再打给你们，好吧？这回清楚了吧？这事儿啊，跟人奶奶就没关系，那边是大老婆。妈，你是小妾，曲连杰才是曲家的正房嫡出，我是小娘养的。你说谁小娘呢？行了，你爸也不容易，你就别给我添乱了。曲连杰的事儿啊，总会解决的。什么事儿，等你爸回来再说，你先忙你的啊。
叶子，莹莹，哎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家呢。你赶紧来店里一趟，咱店里账目好像有点问题，老板在这发火了。你等着我啊，我马上过去。好，快点。叶子，叶子，莹莹，我喜欢你。我知道我这话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但我好像从来没这么认真的跟你表白过。你知道吗，莹莹？在我遇到你之前，我的生活里好像只有我爸妈、各种考试，还有一串串代码，一切都那么安静的进行着。我觉着像白开水似的，没什么颜色，也没什么味道。可是我没觉得有什么。我甚至一度以为生活的原貌就应该是这样了。直到遇到你，我才能知道，我可以那么想念一个人，我那么想跟他每天都在一起，我特别想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给他。他那么好，那么善良，那么单纯，他会担心我的一切，甚至我做出那么混蛋的事情，他都愿意原谅我。我知道这么好的姑娘，我一旦错过就再也遇不到了。圆圆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。我爱你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从今以后，让我来照顾你，行吗？圆圆，嫁给我吧。莹莹，你别哭啊！你别哭，你别哭，我是哪儿说错了？今天好帅呀！我愿意。真的？吓死我了！是我叫他们来了，我想给你个惊喜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这么不计前嫌的帮助我。我知道你们都是莹莹最好的朋友，有你们在场见证，我这求婚才算是完美。要对莹莹好哦，不然揍你啊！就是，你不用感谢我们，你记得你上次怎么挨打的就行。你要是再敢欺负我们家莹莹，我告诉你啊，22楼我们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放心，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莹莹，包括我自己。
我跟你们保证。这还差不多。左手啊，重来，重来。我是一条小小的蚯蚓，睡在洒满金色的大地，落叶给我温暖的棉衣，伴我抵御寒冷的冬季。虽然我是一条小小蚯蚓，虽然我很渺小像毛平平，虽然花间成蝶不是我的命，但我拥有一颗勇敢的心，但我拥有一颗勇敢的心。这是您之前放在我这儿的资金。这一笔呢，我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帮您撤出来了，随时可以动用。但是这一笔，我建议您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尽量保留，等到项目结束之后再撤出，不然的话损失太大。嗯，好，谢谢你。不用谢。陈先生，对不起啊。你说王百川？他跟我说了，他最近在忙空气宝的事情。谢谢您这么大度，没跟他计较，也谢谢您给他这个机会。说到这事儿，我得感谢你才对。要不是他想办法，我们到现在都束手无策呢。之前说让他试试，纯属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想说帮帮你男朋友，就全当是帮你了。可这段时间合作下来，我发现他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，踏实，而且很努力。我已经跟我的合伙人说了，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给他一个点，让他专门来负责生产这块。谢谢您。不用谢，他帮我们解决了品牌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还有啊，帮我跟你男朋友道个歉。我之前还想说，怎么看上这样的人，现在看来，他没有我想象的这么糟。谢谢。爸妈，这是谢彤，谢彤，这是我爸爸妈妈。你好。一直听关关提起你们，我这听都快听成熟人了。哎呀，不客气，走。走。妈，你看看还要不要再点点什么？谢彤可会挑海鲜了，尤其是带壳的。谢彤，这个名字挺好听的啊，老关。是的。你爸爸妈妈一定是有文化的人。啊。听说你是西安的？对，我在那边长大的。啊。西安可是个古都啊！怪不得能出你这么有出息的好孩子，是吧，老关？对，长得白白净净的，一定是西安的羊肉泡馍吃的吧？我听关关说啊，你们俩是在谈音乐的时候认识的，那应该算是志同道合啊，有共同语言，是吧？是，关关特别懂音乐。所以在这方面，我们俩还挺聊得来的。哎呀，哪里呀？我们家关关整天傻乎乎的，学习成绩从小到大就一直平平，所以一直想找个学习成绩好的。哎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叫个学霸啊，学霸，一直想找个学霸。你是在上海读的哪所大学呀？那当然是音乐学院了。我没上过大学。高中的时候就辍学了。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妈，你问这个干嘛呀？哎呀，我问问怎么了？你要是不好说，那就不要说了啊。是这样，
上学的时候，有几个社会上的小混混，总是欺负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跟他们打了一架。但这件事情呢，影响也挺大的，学校只能选择开除我。正好那个时候，我也想搞音乐，就去北京了，后来才来的上海。其实没关系嘛，小男孩子嘛，调皮捣蛋都很正常啊。只是我们这一家子啊，对搞音乐不大懂哎。对，音乐是根本不懂的。就是这个月收入大概是多少呀？月收入如果一个月好的话，大概有1万多吧。哦。如果不好的话，不好的话就，那就不好说了，是吧？啊，那也就是说，收入不够稳定。也不是，妈妈，现在有一个美国的公司在跟谢童谈签约合作，如果成功的话，那收入肯定不得了了。哦，美国的公司啊，哎呀，那要谈成功了，那多好的事情啊！啊！公公啊，你看看你工作不够认真，是不是啊？你们公司的领导打电话都打到家里来了。哎呀，好，不要说了，吃菜。吃什么菜？我还没说完呢。要不是你爸爸跟王叔叔关系好，替你掩着盖着，你说说，你好不容易进了500强工作了，是不是？好不容易现在转了正了，你谈恋爱没有关系啊？你谈恋爱，你不能不认真工作呀。我怎么不认真啦？而且我是靠我自己的能力转正的，我也没靠你们。哎呀，关关，不好这样跟妈妈说话的。妈妈说的都是实情啊。你以前可不是这样又顶嘴又不认真的孩子啊。哎呀，真是愁死人了。小谢，小谢啊，我呢说话比较直，啊。我刚才也不是在说你呀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我们当父母的呢，肯定是替自己女儿操心的啦，是不是？肯定要为她好啊。你们谈恋爱呢，我们是不反对，但是你说谈恋爱首先是要互相进步，而不是相互耽误。你说你们两个现在房子没有着落，户口。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些现实的问题，你说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阿姨真是愁得慌。你说，要不然你给阿姨一个你将来的打算啊？对你们两个将来有什么规划，跟我说说。哎呀，小谢啊，你看你都要到美国工作了，要跟美国人合作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们家关关整天傻乎乎的，吃了上顿也没有下顿的。我是在想嘛，不要再拖累你，好不好？妈，你能不能别再说？对不起，叔叔阿姨，我还有事儿，你们慢用。谢童，谢童，你别走！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他走我也要走。你给我坐下！妈，我已经成年很久了，我不可能一直生活在你们给我规定的条条框框里。爸妈，我要跟他在一起，我今天我必须跟他在一起。哎，关关，你给我回来！关家，你给我回来！不要追了啊！你干什么？你说话讲究点方式方法。你拦着我干什么？他都跑了！想别的办法嘛。这怎么了？这孩子啊，没说2句话他就跑，跑什么跑？怎么现在学的这么叛逆了？行，气死我了都！太着急了，欲速则不达。你看看行啊！在外面学的真是这一套一套的。春节不是回来吗？咱慢慢跟他谈了。小气，都是你给惯的。
你不必因为我跟你爸妈闹得这么僵。这不光是因为你，还因为我自己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我会跟你爸妈说清楚一切，包括我们的爱情。不，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自由，什么是解脱。从小到大，我什么都听我爸妈的，不管他们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，好像他们的选择永远都凌驾于我之上。小的时候我分辨不出来，久而久之的吧，好像我也就习惯了，甚至顺从了。可是我长大了，我需要做出我自己的选择。我已经屈服20多年了，我真的不可能再让他们来掌控我的一切，尤其是我的爱情。这是我在恋爱，不是他们。谢彤，你赚多少钱，你是干什么的，这些我真的不在乎。你不需要去跟任何人交代，尤其是我的爸妈。对，他们是我的爸妈，但我不是他们的私人财产。我知道我想过什么样的人生了。我想要和你在一起，永远在一起。我不会让任何人把我们分开。谢谢你今天为我做的一切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工作，早日让你爸妈认可我，接受我。我相信你。喂，关关，美国那边给我发来邀请函了，那边公司联系的，说是那边开了一家酒店，邀请我们去演出，1个月的时间，每天2场，刚发过来的，把我们大家都高兴坏了。哎呦，太好了，谢彤，恭喜你！勇哥说今天晚上必须得大喝一顿，庆祝庆祝。几点下班？我去接你。我今天得去公司讨论2个项目，估计得要加班了吧？别加班了，都等着你呢，下了班赶快过来吧。那怎么行啊？现在年终了，公司事情本来就多，我最近工作有点太懈怠了，得改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先去吧，然后我加完班就过去，好吧？好吧，看见了吧？还是我们自由职业好，自在。行，那既然你来的晚，我们出去吃烧烤，我一会儿地址发你。等你啊。嗯，好，晚上见。财务决算怎么样了？完成的差不多了。你跟他们说抓紧一点，马上年底了，该决算的决算，有什么问题赶紧上报。还有明年预算赶紧做出来，这个月底我要向董事局汇报。好，我这就跟他们说。Hello， 亲爱的，想你了，干嘛呢？还能干什么？工作啊！马上年底了，做财务决算，忙都忙死了。你呢？找了我爸在背后算账，推进起来事情不少。还有啊，我把我爸我妈安排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人，全都给开了。有几个想闹事儿的，也让我给按下去了。少了这些浑水摸鱼的人，明年的效益跟效率应该提高不少。那真还不错。我还以为你妈的那些亲戚会尾大不掉，给你添麻烦呢。行了，别提他们。哎，对了，有个好消息忘了告诉你了。我去看我妈的时候，医生跟我说，我妈恢复得很好，有可能很快就会醒过来。那真的是个好消息。我知道，你妈在你心里很重要。你说怎么办呢？如果每天你不白我2眼的话，我都不习惯了。我很想你。我也想你。
明天你上班之前把这个寄给豆豆。好了，去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这除了开业，你可没有来过。今天什么风把你给刮来了呀？哎，美女，下班赶紧回家吧。徐总，回去吧，没事了。徐总再见。干嘛呀？太不够意思了！家里出那么大事，你不吱一声？是啥呀？你之前跟我说我哥去澳门赌博，我还挺高兴，想着正好让曲连杰减分，让我爸搞清楚他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爸居然动用公司的钱去填他这个黑锅。所以你更得吱一声啊！我虽然一个人不行，不还那么多朋友吗？而且银行那边我已经打好招呼了，啊，你要是需要贷款，你跟我说一声，我去办。干嘛呀，姚斌？上赶着一经就美呀？哎呀，行了吧，咱俩这么多年关系，帮你是应该的。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就直接说啊，别藏着掖着不好意思。说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咱俩谁跟谁呀？谢啦，心领了。但是据我所知，我爸应该还扛得住。倒是我哥那边，你帮我多盯着点儿，让他别再出什么幺蛾子了。可是得盯着点儿。你知道，你哥一出这事儿，咱整个圈子都乱了。Jackie 他爹直接带人去查他的账了，还有兰兰他爹直接给他拽回美国了。哎，曲连杰啊，害人精啊！谢谢啊，姚斌。为我家的事儿没有少跑吧？虽然我没有白叫你这个兄弟。行了吧，咱俩这么多年了，谁跟谁用不着复习。哎，对了，你上次让我帮你查的那个谢彤，又有新消息了。谢彤？我陪你喝。好，来，来，喝，来，少喝点，少喝点。好了，好了，还吹了呀你？好了。真喜欢他，彤子，爱情你有了，事业我们也要更上一层楼，对不对？听见没？只要咱们演出成功，人家美国大公司就签咱们；只要我们演出做得好，他们就签咱们。啊！签完公司，我们写歌、表演、出唱片，爽！来，喝一个，来，走一个，来。加油！来，加油！哦，这是你的梦想，你的梦想你要加油。对，这是我的梦想，也是我的梦想。来，马上走，你坐着。那个老板，再给我拿一箱啤酒来。老板，哥们儿，你们小声点。你让谁小声点呢？说你呢？哟，哎，怎么着？别在这！是吧？再多说。这谢彤之前在西安有一个女朋友，他后来把人带去北京了。刚开始俩人挺好，后来这谢彤慢慢有了名气之后，你猜怎么着？姑娘割腕自杀了。据说都是因为谢彤的原因。就是这样，真的是他们先动的手。好，你看一下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在上面签个字。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，确实是和你没有什么关系，你可以先回去了。那他们呢？会不会被拘留啊？不会拘留，对方伤的也不是很严重。只要把该赔偿的都赔偿掉就可以了。要赔多少啊？失恋咖啡卖的最好，看到最近很多人失恋嘛。卖伞的潘夏雨，怎么办啊，樊姐？我有点理解黑心商人的想法了。营业额又涨了。我发现现在喝咖啡吧，大家喝的不是咖啡，而是一种感觉，一种理念。我得好好想一想，接下来我要开发什么系列。关关，你咋还不回来呀？我跟樊姐等你呢。
莹莹，你现在手头宽裕吗？嗯，我这边遇着点急事了，现在急需3万块钱，能不能借我一下？3万块钱？你要这么多钱干嘛呀？现在在哪儿呢？我现在在派出所。你在派出所呢？你怎么了？嗨，这遇见打架的。你没被别人打吧？你受伤了吗？现在？哎呀，不是我打架，是谢彤他们跟人打起来了。哎，没事，莹莹，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，我这边再问同事们姐姐啊，拜拜。哎，别，你千万别去找你同事，你同事到时候乱七八糟的想，该给你传出来不好的东西了。你这样，我帮你想办法。谢谢你啊，莹莹。这个事情我没跟别人说，能不能不要告诉别人？行，关关，那你先把地址发给我吧。怎么办，樊姐？我现在手上没那么多钱。安迪呀，我有个八卦要向你爆料，这简直颠覆了我的3观。我不想听你说什么八卦，你好像每天都有八卦。我倒是很关心你自己家里事情处理怎么样了。这事儿你都知道了？很难不知道，圈里现在都在传你爸爸因为要救你哥哥，卖掉底下公司，1个亿，不是小数目。安迪姐，是你啊？怎么了？曲潇潇，我有正事要跟安迪姐说，你先回避一下行吗？好。安迪姐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呀？出什么事了？我一个朋友他那个打架进派出所了，他没钱赔那个赔偿金，我工资现在还没发呢，我现在手头上没那么多钱，你先借给我，然后我工资发了以后我马上还给你行吗？这么严重？你要多少？3万块钱。3万？你什么朋友啊？几个人打的架呀？这么多钱是用来赔偿的还是用来治病的呀？你先交代清楚再说。你刚才不是说你回避一下吗？我那个朋友他进去以后很着急，他什么都没跟我说清楚。安迪姐，你能不能先借给我？我回头跟你细说行吗？行啊，那你带我们一起去。借钱我们总得知道借给谁吧？让他当面写个欠条再说。你怎么这么烦人呀？是关关现在在派出所呢。莹莹，你出来了吗？事情就是这样的，但关关不让我跟你们说，可是我得赶紧拿着钱去救他呀。我跟樊姐现在没有这么多现金，所以实在没办法了。这不是钱的问题。再说了，别人打架凭什么让他出钱？你烦不烦呀？这关关现在就等着我去救他呢，能不能少说2句啊？安迪姐，我看这事儿只有他爸妈才管得了了。你干什么呀？你可千万不能告诉他爸妈，知道吗？对呀，你告诉他爸妈，只能让他爸妈担心，而且他们家本来就不同意他们俩在一起，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拿着，要不要我们一起去？不用了，我们俩去就行。谢谢你，安迪。谢谢安迪姐，不用客气。
这边，你们不用进去。请进。没事吧，关关？樊姐她怎么来了？对不起啊，关关，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要说这事儿，我当时就按了个免提，然后樊姐在我旁边就什么都听到了。你没事吧？要不去医院看看去？没事。那谢彤他们呢？怎么样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跟樊姐在呢啊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放心吧。我们来了。知道刚才我为什么没有借钱了吧？我刚才就憋着一直没说这事儿呢。这个谢彤啊，就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这么大的事儿你就不着急呀？哎，我真的是替关关难过呀。他拿你当偶像，你这么不在乎他，说得过去吗？我不是不在乎他，是我认为，我看到的谢彤应该还是一个挺热情、挺讲义气的男孩。再说你说的那些东西，也是道听途说。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拿着跟你自己比呀，谁能比你强呢？你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也没什么，可是谢哥哥不一样哦，他是个普通人，懂吗？哦，就像我那个败家哥哥一样，远处看他还像个人，一做事儿就各种作。谢哥哥他家里啊离异，从小还爱打架，这就已经污点满满了，再加上前女友为他自杀，你要说这种人心里没有问题，打死我都不信。当然，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，人的经历是会改变性格的。可是现在他跟小关相处得很好，而且很有可能他们讨论过这件事情，我们不知道呢。当然了，为了关关好，善意的提醒还是需要的。拉倒吧，我赌100只鸡腿，谢彤肯定没有跟关关说他前女友的事儿。就关关那小胆子啊，要听说了，早麻溜往回跑了。关关，你先回去，我跟老九去医院看看有彤他们怎么样。你有什么消息随时告诉我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没事没事。关关，关关，我手上实在没有钱，樊姐手头上也比较紧，所以这3万块钱是我管安迪姐借的。谢谢啊。关，有些话樊姐是不该说的，我也知道我说了你也不一定能听进去。可是结合这2天的事情，我觉得你应该再考虑一下小谢。为什么呀？我跟你父母的想法是一样的，他工作不稳定，对吧？又是离异家庭，性格也好，生活方式也好，跟你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跟他在一起，只会更加脱离正轨。今天的事情就证明了一切，对吧？就算你们2个再相爱，也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其实我觉得谢彤人挺好的，但是他跟你在一起以后吧，你说你又跟你父母翻脸了，又进警察局了，把你的生活弄得一团糟，你这样做值吗，关关？安迪姐，你也这么觉得吗？我觉得感情的事情应该自己做主。你是个成年人，又很聪明，别人无权干涉，包括你父母。其实我之前对小谢印象挺好的，但是经过今天的事情，
我有点赞成樊小妹的意见，我认为你可以重新再谨慎的考虑一下。是啊，关关，今天换作是小曲，我就不说这些了；换作是安迪，换作是我，也不用什么担心。可是你不一样，你是那种特别规矩的姑娘，你跟小谢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说他哈，打架、辍学，在舞台上啊，光芒四射的享受欢呼，享受掌声，他是一个特别有故事的人，你降不住他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你记不记得当时我跟白渣男在一起，你们怎么劝我都没用，结果现在应勤爸妈就因为这事挑剔我。你这个时候一定得谨慎小心，你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。对呀，我也就是家庭负担重，还被人嫌弃成这样的。你说你家里是那样的一个条件，他们樊姐、怎么可能看莹莹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说谢彤啊？你们了解他吗？如果不了解，你们干嘛要这样说的呀？关关，我们也是。樊姐，你家里出事情的时候，我是怎么帮你的？你哥哥和嫂子找上门来，是我第一个通知的你，是我帮你挡着的。就算你要欺骗王百川，让我们帮你隐瞒，我也都是站在你这一边的吧？莹莹，你跟白渣男分手了，你心里难受，所有人都不理解你，是我在你旁边一直安慰的你。后来你跟应勤谈恋爱了，我泼过你一盆凉水没有啊？你跟应勤挨打，我和谢彤知道了，二话没说，我俩带着人就过去了。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让我小心谨慎？你怎么不说谢彤不好了呀？还有安迪，你跟小包总在一起也好，你跟魏总在一起也好，我关关我可能不理解你的感情，可我说过你一句没有啊？我一直都拿你们当成是最好的姐妹。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永远都站在你们这边。可今天是我发生事情了，我需要人安慰，我需要人支持，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呀？小雪，你不要在那阴阳怪气的。我知道你看不起谢彤，你压根是瞧不起他，所以你觉得他处处都不对。可是今天谢彤爱的人是我，你们干嘛要这样刁难他呀？关关，你这么说不对，大家对你都是一片好心，要不然今天不会去派出所把你给接回来。当然你可以不接受，但是你没有必要这样对待我们的好意。哎，Andy，你现在跟他说这些也没有用。关关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是不喜欢谢彤，但是我支持你谈恋爱，因为这毕竟是你在谈恋爱，不是你父母在谈，也不是我们在谈。你爱跟谁谈跟谁谈，这跟这屋里反对你的人都没有关系。但是关关，你真的了解谢彤吗？你为了他跟你的父母闹翻，跟朋友闹翻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：他前女友为他自杀的事情，他跟你交代过没有？你为了他跟你的父母闹翻，跟朋友闹翻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：他前女友为他自杀的事情，他跟你交代过没有？上高中的时候打群架，进少管所待了10天，直接就被学校给开除了。起床了吗？放心吧，长城跟东哥没事儿，皮外伤，养2天就好。你今天什么安排？
年底了，事情多，前段时间好多工作没做到位，我现在去加班，把该补的补上。吃早饭了吗？哎，哎呀，这丫头也是，大周末的不寄情于工作又能怎么样啊？哎呀，看来姐也要寄情于工作了啊！大好前途，姐来临幸你了。哇！刚走，我都害怕昨天晚上那事刺激到他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干嘛呀？一大早的约会去啊？我跟小青都已经约好了，他带我去吃好吃的。我们家小青听说了，他在医院这2个月吃的都是什么医院的饭，都快吐了。我特别了解他的感受。也是。你们这对苦命鸳鸯终于是苦尽甘来了，看这样子好像挺甜蜜的哈。我想好了，我既然决定原谅他，我就要彻底原谅他。我要控制我自己，不再想以前的事情，要不然我又原谅他又不原谅他，我这不折腾我自己吗？对吧？有颗大心脏真好。哎，王总呢？我怎么感觉好久没有见到他了？他呀，忙啊，接了个新项目，忙着跑工厂呢。樊姐，这样的事情我必须要提醒你。王总很爱你，对吧？但是作为女人，你也不能太笃定。女人要多留一些时间去陪陪他们，你要去关心他、爱护他。男人的心理，你不懂，爱情是2个人的事情。要互相付出，一个人付出没有什么好结果，知道吧？对了，樊姐，你先看看我这身，你觉得搭配的好看吗？应勤更爱的是你的内在。哇！看来今天应勤一定会被我给惊艳到了。我懂了，樊姐，走了。我走了，樊姐。看着别人都在折腾，或全情投入不计前嫌，或孤注一掷不问后果，樊胜美心中只有疲惫。爱情到底是柴米油盐，还是一刹那的心动？无法真正投入的爱情，真的能叫是爱情吗？可若是找不到能让自己全情投入的那一个人，他是否又有勇气一个人生活到老呢？今天跑了3个场子，一切顺利。今天跑了5个场子，一切顺利。今天跑了4个场子，进度稍微有点落后，不过还好，我已经想办法另外找了2家小场，希望能赶得上。喂，小美，我很快就回去了，还差1家工厂，这批货就可以按时完成。哦，我知道，听陈总说了，干得不错。是啊，我都没想到能这么顺利的完成。这几天也的确挺累的，但是更多的是开心、高兴。我就觉得呀，现在有了新的目标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小美，
我想你了。这1个月，全靠你，我才能撑得下来。哎，你下午有空吗？你要有空的话，我们一起吃个饭好吗？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嗯，好。那行，等到时候我订好饭店，我去接你。等到你家楼下打电话给你。拜拜。你弄饭吗？真好吃。好久没吃家常菜了，我感觉忘了家常菜什么味道了。没事，你愿意吃，咱下次再来呗。吃。我这都有，我吃不下了都。对了，妍妍，求婚那事儿我跟我爸说了，我爸的意思是想赶紧把这事定下来，也想见你父母。师傅怎么好像忘了点什么事儿呢？我还没敢跟我爸妈提这事儿呢。那没事儿，你回去再说呗。你放心，妍妍，我那天跟你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我喜欢你，那不是，我爱你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。你回去赶紧跟你父母说。小美，我的公司结算还剩20万，我这个月赚了5万块钱。这么快就赚这么多啊，真好。哦，是啊，陈总已经聘请我为空气宝职业经理人，我想再努力一下。下1个月他说了会给我涨工资的。我相信你。那个，我爸妈听说我创业失败的事儿，也知道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你一直陪在我身边，他们挺感动的，说让我对你好一点。他们接受了？对，接受了。终于同意我们在一起了。同意了。哎，小美，我问你，你在上海最大的梦想是什么？明知故问，有梦想有什么用啊？又没有钱。刚建好的小区，下周开盘，商住两用，不用户口拎包入住。你看你喜欢哪套？这种房子首付要50%呢。小美，我说过要实现你的梦想，在上海给你一个家，给我们一个家。首付钱你不用担心，我爸妈说了，他们给，就算是借我们的。真的？真的。太好了！你看那壁户型，南北朝向，房子周正，而且周边的设施都比较齐全。房产证上会写我名字吗？啊。哎，你说哪个户型？哦，这个吗？对。哦，这个不用那么大，这个太大了。我觉得我们2个人就，哎，这个就行，这个90平方够了。我觉得，你看啊，1、2、3室呢。我觉得用不着这么大，其实2室就够了。你觉得呢？回头有孩子的话，怎么了？没有。
please. Sit down. 樊姐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想问你。又怎么了？燕青跟他爸妈说了，他爸妈说想找我爸妈商量结婚的事情。哇，恭喜你啊，终于修成正果了。可关键是我爸妈不知道，我没跟他们说我谈恋爱。白炸了那事儿以后，我就没跟他们说过我交男朋友。我要现在告诉他们我结婚了，他们不得吓死？吓死倒不至于，惊呆了一定会的。那我怎么办呀？你爸妈不是一直希望你在上海立足吗？这样，谈话的时候呢，强调一点，应勤在上海已经立足了，名牌大学毕业，有车有房，这样的人很抢手的。本地的姑娘都得带着妈妈一起才能抢到，你呢？你是一个人抢到的，多不容易呀！啊，所以他们来呢，就只能帮忙，不能帮倒忙。对，我爸一直想让我在上海立足，只要能待在上海，他什么都可以答应我。这招好，所有问题全都解决掉了。行了，赶紧打电话吧。哎，你别走，樊姐，你能不能陪我呀？我给我爸打电话有点紧张。好，好，你陪我啊，樊姐。喂，爸，是我。哎呀，闺女儿在家呢。妈在吗？她要是在的话，你把她叫过来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。在。哎，老婆，莹莹电话。来，快来。来了。什么事儿这么神秘的啊？哟，莹莹啊，又有什么好消息告诉妈呀？我要结婚了。你说什么？结婚？不是，你连男朋友都没有，你跟谁结婚呢？我其实一直有男朋友，但我没敢告诉你们。他叫应勤，是搞 IT 的，在搜狗公司上班，有房有车，在上海已经立足了。他特别爱我，对我特别好。他已经跟我求婚了，虽然我没告诉你们，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，因为我爱他，这辈子我认定他了。闺女儿，这结婚这么大的事，不能在电话里这么说啊！是这样，那个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请假，今天晚上我就坐火车过去啊！等着，你跟他说说。哎，莹莹，我跟你爸今天晚上就过去啊！行，那我跟他说。哎，好，老邱啊，赶快收拾。吓死我了，紧张死我了。我爸都呆了。我爸本来要加班，现在班也不加了，跟工厂直接请假，赶火车来找我。着急见女婿。樊姐，我怎么现在才有点这个要结婚的真实感呢？以前都没有这种感觉。我要跟应勤结婚了，那我就得搬出22楼。如果我搬出去的话，就没法跟你们住在一起了。这样想一想，舍不得你们。也许我也要走了。王百川真的要买房子了，顺利的话，下周就可以看房签约。那就都走了。好事儿。那你跟王帅哥是不是结婚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过说真的，今天王百川说要买房的时候，我心里乱七八糟的，都不知道要想些什么，又像是完成了自己很久以来的一个心愿，但又觉得哪里不对，不全是我要的。你说本来买房子我应该很高兴、很兴奋的，可是我突然觉得自己并没有那么兴奋，就是我也说不清楚。糊涂点好，你看我跟应勤，要什么事儿都弄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早分手了嘛，是吧？真是羡慕你啊！要么说人跟人不一样呢，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。尤其是过了30岁以后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瞻前顾后了。哎，
关关还没回来啊？没有，估计跟谢彤在外面玩，还没回来呢。应该不会吧？谢彤那事儿，他打击挺大的。我估计关关昨天一晚上都没睡觉。那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问问？如果真的是伤心了，安慰是没有用的。让他一个人待着，等他慢慢走出来。关关如果不提呢，我们就装作不知道，不要给他太大压力。我听你的，樊姐。现在病人的情况已经稳定了，既然已经度过了危险期，醒来康复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。叶主任，麻烦你了，无论花多少钱，麻烦你一定要救治他。好，一定，谢谢。怎么了？你这2天都不接电话，也不回信息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莹莹，他们怎么还没来呀？这都几点了？什么意思呀？那个路上堵车，估计马上就来了。爸妈，我真的很喜欢应勤，他爸妈是小学老师，人家底儿都挺好的。应勤这孩子也特别好，在上海有工作，有房有车的，主要对我还好。我真的很喜欢他，我们2个在一起很不容易的，你一定要支持我啊！话这么说，但你也不能委屈了自己，要不然以后到他们家你腰都直不起来。是啊，论规矩啊，都应该是男方先上女方家的门，我们这样巴巴的赶过来，会不会被人家看轻贱了呀？就是，你看这都几点了，等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他几个意思？他这是？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，别多想了啊！因为我跟应勤不是都在上海吗？大家来这儿方便啊，是吧？我看看。
燕青来了，燕青。哎，莹莹你好，抱歉啊，来晚了。我爸妈在。哎，好。哎。好。爸妈，叔叔阿姨来了。抱歉，来晚了。哎呀，堵车啊，堵太厉害了。是吧？没关系。叔叔，您喝水啊。谢谢。听说应勤这孩子是重点大学毕业，又在大公司上班，看着就文气，稳重稳当，难怪我们家莹莹总是夸他。哎，莹莹也不错嘛，年纪轻轻的已经当上店长了。可不是嘛，我们莹莹啊，打小就实诚，喜欢谁呀就掏心掏肺的对谁好。我和他爸常说，谁要是娶了我们家女儿，那肯定幸福。是啊。我们对应勤呢要求也是很严格的。第一，成绩要好，要有出息；第二呢，要讲道德，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纵自己，分不清对错。应勤做得很好，也很成功。你看看，高级工程师1个月3、4万的工资，是不是还有项目分成什么的？像他这样的成绩，一般的年轻人真的没法比的。我们女儿也不错呢，都说啊女大18变，家里邻居啊都夸她长得好看，收入也不错。哎，莹莹，你最近刚刚涨了工资，还有那个提成和奖金。不说这些了，我听说应勤已经向我们家莹莹求婚了，是吧？是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就商量着把你们请过来，我们大人一起商量他们俩的婚礼。我们是觉得呢，既然是同乡，那就在家乡办吧，这样呢，要在比上海办呢便宜了不少。再说亲戚朋友来呢也方便。你们还有什么别的建议没有？时间上呢，我觉得那是越快越好，过完年就结婚，没有必要让任何人说出任何的闲话。哦，我和老印呢，我们的积蓄都给应勤买了房子了。说实话，我们真的拿不出什么闲钱。现在是新时代了，用不着讲那些老套子。因此，聘礼上呢，我们真的只能是意思意思了。嫁妆方面你们随意，我们不会有任何的要求。而且我觉着婚礼呢，还是办得简单一点好，用不着搞得那么复杂，不是演戏演给别人看吗？哦，我还找人去看了看他们俩的八字，咱们就找一个合适的时间，发请柬，结婚。来，吃饭吧。来，边吃边来，动筷子，动筷子。妈，你尝尝我们这儿的咖啡。我就是看不惯他妈那种态度，说好了两家一起商量婚事儿，凭什么都听他们的啊？时间、地点，请多少桌，都是他们说了算。我看他们根本就不尊重莹莹的意见。他爸还好说呢，他妈难伺候。是啊，他儿子优秀，我们女儿也不差呀，凭什么指着强呢？我们莹莹一个黄花大闺女，肯做他们家的人，他们也得知足才是啊。妈，行了，没事儿，应勤都说了，以后是我们两个自己过日子，他妈不可能天天跟我们住在一起的，就忍一段时间，我们结婚了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傻孩子，结婚不是2个人的事儿，是2个家庭的事儿。婆家的门还没进呢，就这么看清你，这以后的日子你可怎么过呀？你妈说的对，结婚那是一辈子事，你可得想清楚了。婆媳关系处不好，以后有的苦头吃。可是嘛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就是喜欢应勤。他妈现在虽然不喜欢我，对我比较严厉，但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。只要我对应勤好，好好对待他妈妈，他早晚有一天会被我感动的。哎呀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了，那爸爸妈妈支持你啊。
静琴这孩子也还不错。饭吃饭的时候还挺顾着你啊，给你夹菜，也还能替你说话。哎，有他在，爸爸也能放点心了。店长，新进的咖啡到了，您过去看看。好，好，好，爸妈，你们先坐一会儿啊。给我看一下。这种婆家，我们莹莹以后肯定会受欺负的。算了，这婚不结了。胡话！莹莹喜欢他，咱们有什么办法？再说了，应勤这样的条件，你哪儿去找啊？忍忍吧，就这2天。反正婚礼办完了，双方父母都回了老家，上海也就剩下妍妍和小英2个，对不对？那他的公婆再厉害，他还管不上，是不是？别哭了啊，忍忍。大不了以后妍妍生孩子的时候，你来伺候，只要不住在一块儿，咱们女儿吃不了苦。谁让咱们条件不如人家的，这也算攀了高枝了。只要我们妍妍在上海以后能扎下来，挨头就挨头吧，是不是？只要妍妍过得好就行。你说？妍妍回来啦？怎么样啊？怎么了？我爸妈跟他爸妈不同意我们2个继续谈恋爱了。为什么呀？啊，没事啊，别伤心。因为他们同意我们结婚了！哎呀，你吓死我们了！我要结婚了，我要结婚了！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开始准备装修房子，然后过年回家开始办事儿，等回来以后就领证了。你敢骗我们？2个孩子，你个坏孩子！恭喜你啊，莹莹，终于修成正果啦！怎么办呀？我现在好幸福啊！真的，我好幸福啊！看到你这样真好。是不是被我吓着了啊？你才打死进来。您的外卖一到。不是吧？今天什么日子啊？唐长老亲自给我送外卖。工作间隙来看望一下我的前病人，怎么不欢迎？欢迎，当然欢迎了。但是我更欢迎你把你自己打的缎带送给我。重要货物赶不出手。谁呀？发生了。喂，妈。啊？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回来。怎么了？大事件，我奶奶现在情况不太好，我妈还有继续找我，我得赶紧回去一趟。跟你爸说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跟我说。暂时不需要，有需要的话我再给你打电话。这样，你就在我办公室把饭吃完再回医院 ，OK？ 嗯，爱你。记得不要饿肚子哦。慢点开车啊。拜拜。这次啊，你一定要拿出点血性出来，不能一直当包子。你手里可是攥着结婚证的人哦，凭什么次次让着他们呀？哦，该让你去的场合不让你去，要钱的时候就想起你啦。那他们是把你当媳妇儿还是拿你当提款机呀？
听到没有？别什么都听我爸的啊，这里让让那里让让的，这个家都快让成别人的了。潇潇，这是妈妈这几年买下的所有房产，全是黄金地段的店面，都记在你的名下，你仔细看看。都在我名下。你什么时候买的呀？妈，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这会儿给我这些东西啦？刚刚得到消息，你奶奶要求你爸分家产，一半的家产分给曲连杰，否则死不瞑目。你爸他答应了。凭什么呀？我爸跟你曲连杰他妈离婚的时候可是说得清清楚楚的啊！我爸他是净身出户，除了生活费以外，其他的一概不负责。凭什么要把家产一半分给他们？你爸愚孝，妈也不是不知道。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能做到这个份上。之前，为了你哥那1个亿，你爸口口声声跟我说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只要替他还了这1个亿，以后让他离公司远远的，从此守着他的房子、车子过日子。可是你奶奶一句话，他就变了卦。他根本就不想我们的感受，他甚至不惜伤害我们。妈很寒心，真的很寒心。他搞什么呀？钱是你们2个一起赚的，他凭什么不经过你的同意就先答应我奶奶？跟你奶奶没关系。这么多年，我是自己骗自己，总说你爸也为难，也不容易，也是迫不得已。可通过这件事情，我才明白，你爸心里他就是这么想的。你奶奶说的话，只是一个借口。你爸有2心，妈也不是没有准备，所以呀，早给你留下的这些，你把它拿走收好了。你爸现在手里头就是个空壳子，之前赚的所有的都在这儿了，所以你别怨他啊。妈，你对我最好了。我不想跟你爸闹翻脸。这次要是你奶奶真去了，以后他就再也没借口回老家了。如果不想离婚，那就当以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好好跟你爸过日子。至于分家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哥还是让他回他原来的公司去，挣几个小钱，算是给你爸面子。小小，你给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我们不能赶尽杀绝，知道吗？妈，你把这么多都给我了，你自己留了没有啊？吃饭的钱是有的，别的嘛，就靠你自己了。妈，你最
最苦了。妈都这个年纪了，跟你们年轻人不一样。你得答应妈，房产证这个事儿，你不能告诉赵医生，谁也不能告诉，知道吗？嗯。妈，话说回来啊，虽然你对我这么好，但是以后我该跟你闹的时候还得跟你闹哦。这个脾气是你生的，像你，你得多担待。傻孩子，妈妈永远爱你。你知道吗？妈妈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你。你不但维护妈妈，还特别的能干，比那些中看不中用的男人强多了。妈有你这么个好女儿啊，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。呸呸呸呸！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这么不吉利。行行行，不说了。哦，对了，你都老大不小的了，你和赵医生到底怎么样啊？要是好的话，就赶紧结婚，生个小潇湘。好啊，那我生一堆过去烦你。行了，妈该说的说了，该做的也做了，先走了。妈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你自己好好的啊。妈，拜拜。喂，你妈怎么样？没事了吧？没事儿。老赵，我今天经历了一件本应该很高兴的事情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高兴不起来。说来听听。我告诉你，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。我发财了，发大财了，我一下子变成富婆了。你本来就是富婆，你一家都是富婆。哎呀，志和你错了啊！我现在变成我们家最大的富婆了。今天下午我妈来找我，扑克牌一样的房产证啊，上面写的全都是我的名字。我妈一股脑全给我了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除了公司是靠银行贷款和预付款运营的以外，我们家有80%的钱都在我手里。你在家等着我，我马上开车过来。为什么呀？赶紧去你家看看你妈。我妈？我妈怎么了？我轮班的时候，这种故事听得太多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妈她会不会？不行，我现在就要过去。你在家乖乖等着我，我马上过来。我妈打电话一直没有人接，怎么办，老赵？我刚才就不应该让我妈走。啊，我怎么这么傻？我怎么这么傻呢？我妈一股脑把财产全交给我了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我接电话呀！先别着急，我马上就到。
是以为我要自杀呀？哎呦，我就吃个维生素而已。妈，我以为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哎呦，妈妈，我以为我以后就是个孤儿。哎呀，宝贝女儿啊，你怎么这么想啊？妈就你一个宝贝女儿，怎么会扔下你不管呢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哭了啊，宝贝儿宝贝儿别哭了。你看，哎呀，没事儿，妈没事儿啊。老赵，都怪你谎报军情，罚你回去跪搓衣板。小的知错，小的知错。小赵，谢谢你啊！你看你这么上心，不是你们怎么会以为我会自杀呢？不是，小许跟我说您把所有的房产证都给他了，还说了很多不吉利的话，听上去特别像是交代后事。再加上最近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怕您万一一激动想不开。不过好在人没事儿。那行，那既然没事儿，你就陪着阿姨吧。我得先回趟医院了，还等我呢。啊，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路上小心哦。走了，阿姨。来玩啊。好。吓死我了。你妈怎么样？嘿，问你呢。你妈怎么样？挺好。我遇着我爸了。他去看你妈了？是啊，我也没想到我爸会去看我妈。我就那么看着他，他就那么看着我。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，他也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。我俩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。但是他能去看你妈，至少这也是个好的开始啊。你猜猜，如果我把这事儿告诉我妈，她会不会被气醒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不至于吧？至少他们是这么多年的夫妻。算了，我也不想这事儿了。哎，对了，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。什么？隔壁的邱莹莹订婚了。这么快啊？不是，她才多大呀？哎呀，你看看人家，咱们是不是得赶上人家的步伐呀？不对啊，你是特意跟我说这事儿的吧？你在暗示我向你求婚是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愿意？不行，太草率了，这事儿得精心准备，到那天我一定让你心满意足。You think too much 。好吃吗？越来越像样，越来越像一个贤妻良母啊。我们得换个家了。我都叮咛你多少遍了啊！哎，这事儿啊不能跟赵医生说，你倒好，哎，一转过身什么都告诉别人。平常看你挺精明的，这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你忘了？哎呦妈，你不用防着老赵，人老赵才清高呢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人会变的。哎，你现在觉得什么都好啊，这没准什么时候这翻脸不认人了，你说你怎么办？你还是太轻率了。不可能，妈，你静下心来想一想老赵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呀？他是一个一心一意、正大光明的人。就算以后变了，但是一个人的人格是不会变的。我认准他。
当然了，你现在是认准了，以后要是万一如果，哎呦，妈，你可以不信任我爸，但是你不能把气撒在人老赵身上呀。好吧。妈，说正经的啊，你说你刚得到消息，我爸回上海了，他回来干嘛呀？还能干嘛？替你哥还钱呢，免得你奶奶惦记。他明知道我肯定不会分家，所以没准会背着我偷偷转移财产。妈，你是不是打算出手了？再也不客气了？唉，走着看吧。妈，你既然知道我爸背着你动手动脚的，你怎么不阻止他呢？你是不是有点不敢面对我爸呀？有那么点儿。你想啊，妈妈都这个年纪了，跟你爸走了几十年，哎呀，不到那一步，妈真的是不想撕破脸。现在这个事情还不知道怎么了结呢，等你爸回来再说吧。但是不管怎么了结，妈妈心里有准备了。妈，没事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在呢，我罩着你。哎呦喂，你能罩着什么呀？小看我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小能人儿。喂，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呀？陪着他呗。说实话，以前觉得我妈可怜，现在就更加觉得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他俩经常吵架，我妈又哭又闹。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就想通了。他说：“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这么多小美女想白吃白喝，他管不过来。”只能管住我爸的唯一法宝——钱。其实我挺喜欢钱的，但是今天看到我妈拿出那么多的房本，我真的不觉得她幸福，挺难过的，替她难过。没事，以后我们好好对你妈。赵启平，我先把丑话说在前面啊，你可不许像我爸那样啊。你要是像我爸那样，我可没有我妈那么好的脾气。放心，那，根据你家的家学渊源呢，如果以后我们俩谁出轨，谁就净身出户。我再单方面补充一条，如果被我发现你出轨，掐死你。哇，这么帅呀，铁血真汉子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你得多爱我呀！你杀了我，你不怕坐牢呀？不怕判死刑啊？所以，还满意吗？但
但是我要补充一条啊，你要是出轨的话，我就把你变成植物人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了。行，那就这么办。嗯。妈，公司的事儿我都已经处理完了，包氏集团现在由我做主。哦，对了，我去看过安迪了，我还向他求了婚了，可惜啊，人家没答应。不过不管他答不答应，我都会陪着他，直到他解开心结为止。我认定他了。可能您还是会不太同意。不过总比找一个不喜欢的人相互折磨、相互猜忌着过日子要强吧。这辈子我非他不娶。哎呀，你说怎么办呢？您这儿子又不听话了，是吧？您是不是特别想打我，想骂我？那您就赶紧醒过来，听见没有，小老太太？医生也说了，您这病情现在越来越稳定了，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，那就别耗着了，再耽误了过年。妈，我想你。以前总是嫌你唠叨，可是现在一回家就自己一个人空落落的，连点动静都没有，还真不习惯。关关，有空吗？我们谈一谈。喂，你能不能不吃了啊？你马上就要穿婚纱了，你得控制一下自己的食欲。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，而且这些都是应勤给我买的，要不要谈一个课？哎，我可不敢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女人上了30岁以后啊，就很难控制自己的身材了。你不觉得我今年胖了吗？比去年胖1圈。但是你脸小，脸小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樊胜美吗？我是南通法院的。这儿有份诉讼文书需要送达给您。法院？对，法院，不是骗的电话，请不要紧张。有个诉讼无法提供您的地址，只留下你的手机号码，请您把地址给我。你这几天不理我，是不是那天打架被吓着了？那是为什么呢？你不知道吗？
你跟你的前女友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来小曲说的都是真的。关关，这件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是哪样？是你没有前女友，还是你的前女友不是自杀啊？谢彤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今天要跟我说这些，我希望你说的都是实话，我不想听你在骗我了。在你之前，我的确有个女朋友，她跟我青梅竹马，她很漂亮，很开朗，是个很耀眼的女孩子。她叫什么名字啊？琳琳，我们很小就认识了，又同学很多年，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。后来我辍学去北京，她也出去陪着我。老九跟东哥当时也是学生，过了大半年才来。在那之前，最艰难、最孤独的日子，都是他陪着我。后来呢？后来我们出了第一张专辑，有了点小名气，我四处演出，见各种制作人、歌手，陪他们喝酒攀交情。我有时间见投资人，有时间陪哥们儿。就是没时间陪他。就这么过了一阵儿，我们天天吵架，天天吵。有一天我们又大吵了一架，我摔门而出，跟他说了分手。等我再回来，他已经走了。自杀，葛味儿。所以你才会一蹶不振，所以你才会颓废了那么久。明明有才华，但却混迹在小酒吧里。是。直到我来上海遇见你，我送给你的那首歌，是我这么多年第一次写出新歌。对不起，没告诉你这件事，是因为我怕我失去你。我本来自己都没有自信了，我不相信自己还能搞音乐，我不相信自己还会爱上别人。是你的出现救了我。对不起，
我现在没有办法面对你。我们分开一段时间，冷静一下吧。我等你，我等你。呼吸，被鸡圈冰冷空气，自己像孤单却又空虚，心底是记忆挥之不去，寻觅这忧伤何时离去，想你在每个寂寞夜里，忘记时光中总有个你，提起那份爱刻骨铭心，或许伤痕被时间治愈。天已黑，剩吉他陪我睡，人已醉，是思念在作祟，想去追，却只能追得回安慰，等待下一次轮回。想你在每个寂寞夜里，忘记时光中总有个你，提起那份爱刻骨铭心，或许伤痕被时间治愈。天已黑，剩吉他陪我睡，人已醉，是思念在作祟，想去追，却只能追得回安慰，等待下一次轮回。天已黑，剩吉他陪我睡，人已醉，是思念在作祟，想去追，却只能追得回安慰，等待下一次轮回。怎么办呀？法院给我打电话说我哥把我告法院去了，你们给我出个主意吧。告你哥，你1分钱都不会给他，他想要多少钱你就花多少钱给黑道买他的手脚，你宁可把钱全花掉，也不会让钱落他手里。你不要胡说八道，现在是法治社会。既然已经这样，我觉得小凡，你不如赶快找一个当地的律师做你代理人，然后跟他打官司耗他。耗得他财力上吃不消，他会自动撤诉。你这个办法拖的时间也太长了，樊大姐，你耗得起吗？总之办法都在这儿了，你自个儿选吧。我倒是想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可是我接到电话，我才发现我根本就不是这块料，我害怕。我要是你，我也花钱买痛快，可是我不敢呢。按你的办法是挺好，看这种情况呀，最后耗不起、耗出病的人是我。我哥就是因为太了解我了，他知道我害怕打官司，害怕去法院，他才出这样的主意。我如果真的有官司在身的话，我肯定就寝食难安了。那你到底想怎么办呀？我还有个好主意，
你赶紧找个有本事的男人嫁了，让他替你摆平这事儿。这件事儿对你来说就容易了吧？但是千万不要找王百川啊！就他这点小本事，不够应付你全家的。许瑶瑶，能不能别说了？你说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小凡，我觉得你不用怕打官司，打官司没有那么难，也没那么可怕。我觉得这段时间我对你的了解，你遇到自己的事情就会被动。其实你现在手上已经有你哥哥向你借钱买房的一个证据，你还有你这些年打给家里的钱，那些银行账单，你完全不用怕输啊。我反倒认为，这个官司你可以主动出击，不要逃避。所以你真的要跟你哥打官司啊？我已经下定决心了。安迪说的对，我确实是习惯了被动，遇到事情是能躲就躲。这次我不会再回避了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都会坚强面对。你哥会不会打我们房子的主意啊？他这个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不会，他够不着。哎，阿明，我妈。包总。哟，包总来了。包总。小老太太咳嗽而醒，真把我给吓坏了。儿子，这些天发生的事，我都知道了，让你受苦了。你说他们跟你说这干嘛呀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没想到能提前这么多年掌管家业，能提前看到这一天，心里很安慰。我也没有想到，你爸爸会选择退出。我也没想到，只能说他对于我，对于这个家庭还留有情念。不过他这么一闹也挺好的，该清理的都清理干净了。儿子，有件事你要跟妈妈说实话。你说。那天晚上我出事，你爸爸截图给我，在短短的时间里，咱们包氏损失了5、6千万。那天晚上，是不是安迪直接上手狙击的？让我们包家损失惨重。不是。你确定？不要为了包庇他，粉饰太平。我发誓，那天晚上我跟他在一起。如果海外账户出现问题，应该是我爸搞的鬼，跟安迪没关系。你就没有想到，你爸爸跟他联手？不可能！哎呦妈呀！你说你刚刚醒过来，能别胡思乱想吗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您出事到现在，我过得挺难的，我爸也没少给我出难题，是安迪搬出了魏国强，才让我爸投鼠忌器，我才有了反败为胜的机会。您出事到现在，我爸也没少给我出难题，是安迪搬出了魏国强，才让我爸投鼠忌器，我才有了反败为胜的机会。他为了你，搬出了他爸爸。是啊，妈，这段时间幸亏有安迪陪着我，我才能捋清思绪，控制好局面。也是因为安迪，我才没有迷失掉自己，
才没有成为一个不择手段的人。妈，我想象不到，如果这段时间没有安迪陪着我，我能不能坚持住？所以妈，我爱安迪，我没有选错人，我离不开他了，我会信任他、尊重他、爱护他一辈子。我要见安迪。你妈要见我，对呀。可是经历之前的事情，我觉得你妈不会对我有好感的。别这么想，你看老太太好不容易醒过来，既然她主动想见你，那咱给她一次机会，行吗？就当为我。我知道，就是有点紧张。没事，我知道了。有人敲门，不跟你说了。来了。妈，为什么要送我花？这花可不是送给你的哦，是送给小包总的。哦，不对，人家现在已经是包总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跟他也算是生意上的伙伴呀。你帮我把这花送给他，祝他站稳脚跟。你消息够灵通啊！不过我这束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哟。什么意义啊？我这个花呢是定金，你要是收下了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一束花而已，哪有那么多的名堂啊？我就是不希望你那么早当包太太。你说你这么优秀的女人，整天围着灶台转，忙老公忙孩子，那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不如你过来给我当顾问呢？我可以答应你不那么快当包太太，但我为什么要给你当顾问呢？我最近拉了几个朋友做了一个基金，我知道这种小打小闹的东西你不会感兴趣的，所以没有打算让你入股，意思当个顾问就好了。我已经拉了几个不错的项目了呢，你帮忙看看，给点意见，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。你现在真的越来越会做生意了啊！这么低成本的一束花，却要我那么高的回报，我考虑考虑。安迪，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。安迪，我知道你最爱我的。你这样真的好可爱。那你收不收呀？好吧，有什么我能帮你的，尽管跟我说。知道你最好了。不过呀，我是会给你回报的，不会亏待你的哦。而且，我要送你一个八卦当红利。什么八卦？王百川发财了。我好像听说啊，他现在在一个什么公司做经理人，如果发展好的话呢，年收入100万哦。那这真是个好消息啊！樊大姐总算是熬出头了。你不是最关心樊大姐了吗？这个八卦算是有价值吧？我觉得很奇怪，别人都是真心关心人，可是什么到你这儿呢，都成了八卦资讯了。不跟你说了，我先走了，你慢慢整你的花吧。你这个花真的很难拆。你还在南通啊？对啊，新一批货马上就要投产了，我得盯着，免他们出问题啊。小美，你放心，我明天一大早就过去，肯定赶得上。那你别来接我了，咱俩分头去，节省时间。那怎么行呢？你一大早挤地铁，很辛苦的。真没事儿。现在房子抢手的很，去晚了就没了。先挑先得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好户型可等不了你。哎，还有啊，去的时候一定要穿得好一些。现在售楼处小姐可势利了，看你穿得太随便呀，都不爱搭理你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行，明天早上7点售楼处见啊。好，拜拜。
哎，关关，你的快递我收到了。哦，那个是我之前寄给你的，那是美国发过来的合约细节，还有资料什么的。我本来想让你帮我翻译翻译，你不是经常跟国外的公司对接吗？在法律上也比我们更了解，我还想让你帮我看看。我知道到年底了，你们公司肯定也特忙嘛。你要是没空的话，你就给我寄回来，我让别人给我翻译。我会帮你翻译好的，然后快递给你。喂，妈，你晨练回来了？我根本就没出去，我惦记你买房的事儿呢。那个定金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妈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这点事儿，你儿子还是靠得住的。你真靠得住才行呢。那个首付，妈到时定时给你打过去，你注意查账啊。嗯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妈。哎，姑娘，往前走了。哎，先生排下队。哎，有人排着呢，谢谢。你怎么才来啊？啊，路上有点堵，来晚了。吃早饭了？啊，没吃呢。哦，吃啊。哦，吃。走。二位好，这边请。请坐。二位，这是我们这里的户型图，你们先看一下。啊，不用看了，我们已经定了，3号。啊，对，3号。楼层呢，6层以上就行。是这样，我们这里现在是从7楼到21楼都有现房的。我们要9楼，9楼好。那行，你们先看一下合同，如果没什么问题，我们马上就签。没问题。好，那二位填一下表格吧。小美，你要不要再看一下里面的细节？这个有什么不合适的，咱们还可以调整嘛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这合同都是一样的，除了你填写的地方，别的地方没有修改的余地。不是你这不是霸王条款吗？百川，这合同都是全国统一的，网上都有。对。哎，小美，要不这样，咱们算了吧。明天我带你去别的家去看看，人家别的地方说了，这里面东西都可以改的。你懂不懂啊？这些都是全国统一，不可能改的。没买过房子。没关系的，二位，如果你们真不想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们取消的，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想要呢。真好。你这合同我再看看。哎呀，不用看了，没问题的，我都对过了。其实吧，我也去别的楼盘看了，这个方位什么的都比这个好，而且人家那底下还规划了健身房，那旁边还有个大的电影院。
你想想，到时候我们可以继续看。先生，我们这里也在规划，而且将来我们的设施会更完善，设备还要更先进呢。你听到了吧？啊，你这个人呢，就是好高骛远。这房子挺好的，性价比多高啊！啊，你规划好的那种就贵，知道吗？再说，我觉得这小区挺好的，好不容易抢到手，户型好，采光也不错。9楼多好啊，99归1，对你生意也是个好意头。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呀？我们俩的。那把身份证给我一下，我做一下复印。我的。好。先生，您的身份证。身份证。身份证。哦。怎么了？你不会没带身份证吧？不是吧？首付，妈到时定时给你打过去，你注意查账啊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妈。那我可跟你说啊，有一点儿，这合同上只能写你一人的名字。妈，这事我早跟你说过了。你看，我生意失败了，人家小美一直跟着我呢，而且还有个土豪追她，她都没同意，她还给我介绍了生意，所以我这1个月才能挣这么多钱。妈，你说多一个人疼你儿子多好啊！不是，这个樊胜美现在靠得住，妈也都明白了。但是除他之外，他那一家子都是地痞流氓。他哥哥准备告他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这房子有什么万一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我和你爸一辈子的存款就都没了。我们俩到时候就从18楼跳下去。妈，不至于这样的。那小美也说了，这个房子他哥够不着。你看，从法律上讲呢，你要是做不到，我跟你爸就过去帮你买合同，要不然你今天就别签了。定金咱只当打水漂了，你爸赔给你。妈。写我的名字。这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不是小美，对不起，我也没办法。不是说好了写咱们俩名吗？不是，小美，我倒是没问题，就是我妈。你妈怎么了？你不是说你妈已经同意我跟你在一起了吗？你骗我？啊？这种事儿有什么好骗的？不是，我也没办法。你哥告你那事儿，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我妈都知道了，你让我瞒都瞒不住。还有之前你哥啊，把你爸放到我们家，现在又要告你，你哥那人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？万一有一天把咱房子再弄走了，那我爸妈非得跳楼不可。二位，你们先别吵了，这房子你们到底还要不要啊？哎，你等会儿，要。小美，要么这样，房子先写我的名，等咱们结婚以后再把你名给加上。你看这房子多好啊，什么都挺满意的。你看，来，坐。妈，安迪来了。宝宝，你先出去。
谢谢你能来。说心里话，我儿子那么爱你，我对你的心情很复杂。你的出身背景，我没办法放心让我儿子跟你交往。宝宝他爸曾经跟我对簿公堂，我知道被揭伤疤是什么滋味。可我还依然这样对你，我只是为了儿子，给他把关，找一位好媳妇，我却忽略了你的感受。还有那天晚上，宝宝他爸爸跟我说，你让我们包氏损失了很多钱，我连想都没想，就相信了他。现在想想，我不光刺痛了你，也误解了你。我非常的抱歉，对不起。其实这件事情，我也有错。我当时太激动、太偏激了，我也应该跟你说抱歉。谢谢，你能原谅我。我说的这一切，不是在为自己辩解，我就是希望你能理解我。过去我所做的一切，并非恶意。我知道，我儿子爱你。我想，他不愿意让我们继续针锋相对吧。可是，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世，您不反对我们交往吗？如果是在我生病之前，我一定会反对到底。可我从生死线上走过来，把以前看不开的都看开了，放不下的也都放下了。我这辈子争强好胜，算计了一辈子，到头来两败俱伤啊！人生的路还那么漫长，不是你能算计得来的。就算你再聪明，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比起不知道的未来，活好当下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要是早悟到这一点，果断放手，我和包包他爸爸就不会是今天这个下场了。我儿子爱你，你也爱他，这比什么都好。至于你们结不结婚，生不生孩子，我已经管不了了。唉，只要你们两个能在一起，开开心心的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谢谢。其实这段时间，我的邻居们都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可是正因为这样，才让我意识到，有时候人的关心多少都会夹杂着一些干涉，这两者之间是很难分清界限的。
不仅父母会干涉儿女，儿女也会干涉父母，就连我，也会不经意间去干涉包子。因为我在乎他，所以我更想保护他，希望他能够按照我的想法去行事。过去我都不懂这些，所以我才会愤怒，才会冲动。可现在我明白了。当然，我现在依然不希望别人干涉我的生活。可至少，现在我懂你。谢谢。你这么坦诚，我听包包说，他向你求婚了。不过我还没有做好要结婚的准备。但是有一点，我可以保证，我是真的很爱他。哎呀，我怎么哭了？其实过去的我很自我封闭，总觉得自己会孤老一辈子。但是现在，我更愿意为了他，试着去相信，去改变，甚至去想象属于我们的未来。谢谢你这么爱我儿子。也谢谢你这段时间为他做的一切。我曾经担心他一厢情愿，可我现在才知道，你们这么相爱。我现在放心把我儿子交给你了。所以，我们算是和解了。和解了。我妈跟你说什么了？不好的消息。有多不好？她说让我照顾你一辈子。哦，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呢？我说这样我会累死的。翻译的材料我收到了，美国那边也很满意，真的很谢谢你。如果你有时间，我想见你。这一夜，2202的3个姑娘都难以成眠。关雎尔重新思索自己与谢童的关系，他同情樊胜美，却更清晰地意识到，在爱里所需要的不仅是付出，是信任，更是坚强和独立。下面
有请关雎尔。大家好，我是关雎尔。此时此刻，关雎尔依然觉得他属于台下的某个角落，而不是站在这里。即使这份报告他精心准备了1个多月，这种时不时出现的自我怀疑，依然提醒着他，自己距离真正的独当一面还有很远。你完没完了？啊？你能不能贡献点有用的建议？要不要来2颗一打？准备好，笑出强盗。邱莹莹不明白，一个名字有那么重要吗？她第一次发现，知足原来也是一种幸福。樊胜美，她这一夜心灰意冷，不知道是恨王百川背信弃义，还是憎恨那个处处希冀别人、软弱无能的自己。小妹妹妹，你起床了？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那个，早上王帅哥就给我打电话了，说联系不上你，让我给你传话。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是最爱你的，无论如何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。他是这样说的。要不然你还去见他一面吧，我觉得他真的很爱你。昨天晚上开始，就跟我和关关各种打电话发微信，我估计1晚上都没睡。他从小就爱慕你，这种情分是很深的，跟别人不一样。我觉得是得好好珍惜吧。这房子的事又不是说就这么定了，肯定还有商量的余地啊。是啊，樊姐，这有的话可能不该我说。王总确实有错，但是他也有他的苦衷嘛，这也不是说咱就不能体谅。我觉得这2个人在一起呢，这房子不是最重要的，王总他真心爱你才是最重要的。其实跟房子没有关系，我们之间发生了很多问题，只有想清楚才能解决啊。好不容易休息个周末，我打算出去逛逛，不用管我。夜色在心里流淌，城市的微光，随着人与人散场，孤独的模样。来不及拥抱回放，来不及继续幻想，赶去下个地方流浪。一个人的远方，是一样的远方，连着曾经不安的过往，血液中流回心脏，带着无法摆脱的迷茫和不堪一击的现状，不怕一个人放得下天真，那渴望繁盛却孤单的灵魂，不怕一个人找寻安全感，依然如夏
血液中流回心脏，带着无法摆脱的迷茫和不堪一击的现状，不怕一个人找寻安全感，依然如夏花绽放，倔强生存。你好，最贵的是哪个？我回来了，三姐。我跟样婷吃了好多好吃的东西。海涛，你知道吧？今天上海出了大太阳，好暖和呀！我才发现，原来太阳那么美啊！发现你平时不是不吃这些垃圾食品吗？你今天怎么吃这么多呀？吃蛋糕最胖了。我都快忘了，蛋糕这么好吃，你知道吗？这每一块都特别好吃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你不能再吃了，真的。小妍，你不能再吃了，樊姐。这不是说过了吗？你说，如果吃不好，这一天就白过了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啊，我做了好多事情。我来上海一直想做，然后舍不得做的事儿。我以前啊，舍不得花钱，我舍不得时间。我总觉得我是一个要买房子的人，我要养我家人，我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这儿。哎呀，我直到今天才知道，原来这些东西才是最美好的、最重要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我这么多年我都白活了，我把自己给活丢了，我都忘了。我曾经也青春过，我勇敢过，我也一往无前过。你干嘛，小少爷啊？啊？你不是吃过饭了吗？我没吃饱。燕婷请我吃那都不好吃，我喜欢吃蛋糕，这蛋糕给我了啊！这个我也吃，蛋糕我也吃。行了。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你别吃了，你没必要做这些。我就是看你这样，我心里很难过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。你平时都不吃这些的，你把这些吃完肯定就会变胖，会变得不美了。我不想让你变胖，变得不美。是啊，上了30岁以后就不能变胖了，我得注意自己的身材。没事儿，姐明天就减肥，明天减。别吃了。不是多浪费啊！你笑了，樊姐。谢谢你。刘秋雨，谢我干嘛呀，樊姐？谢谢。你那鼓打得再快点，就更厉害了。我已经够快了。不过啊，别说那9首歌绝对没问题，必须火遍美国。那是啊，没问题的。
这次真的很谢谢你啊！如果没有你帮忙，我们肯定搞不定那些资料。还有今天，我们把要唱的歌给定下来了，大家现在都信心满满的。只是我一直……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我不知道你是真的喜欢我，还是正好需要有一个人把你从上一段感情里拉出来，甚至你只是把我当成个代替品。你什么都跟我说了，你打架、辍学，你父母离婚，可你唯独没有提起他。我知道，可能他现在还在你心底里的某一处，你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忘了他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即使是这样，我还是想要跟你在一起。祁同，我喜欢你，跟你的钱、工作、家世都没有关系，跟你的过去也没有关系。虽然别人跟我说什么一个人的过去决定了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可我觉得这个万事是没有绝对的吧。与其听别人各种猜测和各种理论，我更愿意相信我自己的眼睛。我喜欢的是现在的你，是我眼前的这个谢童。可是你不怕？我不怕，我爱你，谢童。我愿意相信你，哪怕我爸妈说他不同意，觉得我们不合适，可我还是想要跟你在一起。安迪姐说的对，说人应该勇敢的去面对，而不是说消极的等待。你说这工作也好，生活也罢，谁能保证谁能一帆风顺呀？那既然如此，我就要勇敢的面对我自己的感情。乖乖，我真的太高兴你愿意相信我，愿意跟我在一起了。你知道我本来以为……你以为我会跟你分手吗？我现在真的觉得自己特别的幸福，有你，有音乐，有兄弟们。换做之前，我真的想都不敢想。你还记得我们俩去看日出的那次？你跟我说，你说要跟我去更多的地方，看更多的风景，做更多有趣的事儿吗？嗯。我们一起去美国吧。我们这儿全屋家具都可以定制的。安妮姐家的牌子好像也是这个。是吗？嗯。那个我们自己逛逛就行了，你不用陪我们了。好，你们请便。太喜欢了，我就喜欢这种复古的。这种复古的我可喜欢了，你喜欢吗？我觉得也挺好的。我以前就有个梦想，如果以后有我自己家的话，我一定要装修的特别好。那种飘窗你知道吗？咱们可以坐在上面晒太阳看书，还有那种大大的床，我就铺上去睡个昏天黑地。还要再来一个大的浴缸，在里面泡个牛奶浴呀、玫瑰浴啊什么的。行，都听你的，你喜欢什么咱就买什么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反正这些东西我也不在行。我觉着把工资卡都交给你了，只要别是太贵的，随便买。那也不行，你不能一个人花钱，我也有工资。明天我去银行开个账户，把我们的钱放在里面，当家庭基金怎么样？行，听你的。美国那边说了，
如果演出成功的话，我们可以续长约。我们需要一个经纪人，跟那边的演出公司和酒店对接。你懂音乐，也懂英语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实现我们的梦想。你不是天天说朝九晚五太乏味吗？你也说你从小到大生活一直循规蹈矩的，任何事情都是别人帮你安排好的。你也想跟别人做一点不一样的事儿，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去。我们去纽约看百老汇，去听 Bob Dylan， 我们去洛杉矶的海滩看日出，去黄石野营，自由自在的，什么都不用考虑。乖乖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永远都陪着你。又给你整一大活，够哥们儿，提升老规矩啊！还老规矩呢？啊，不得多提点啊！都亿万富婆了。说什么呢？就我这小破公司还亿万，能上百万就不错了。演，接着演，演的还挺像。啊，手里攒着10几套房产，在上海市地界怎么着也得上亿了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爸妈把手上的房产都给你了。谁跟你说的呀？什么谁跟我说的？圈里都传开了。大哥，你看一下我这办公室，你再看一下我开的小破车。我要是真发达了，我至于装穷吗？我装穷给谁看呀？是吧？真没有？真没有。我骗你干嘛呀？你是信我还是信那些谣言呀？当然信你了。那就好。你要是信我的话，就去帮我辟谣吧。回头我请你吃饭。嗯，好吧，那我走了。不送哦。拜拜。拜拜。一定是中介泄露出去的。好了，我不跟你说这事儿，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爸已经知道这事儿了，你赶紧回来。啊？亏我这么相信你，啊，把所有的钱都交到你手里，你倒好，背着我做出这种事。你说吧，你算计我多久了？啊，算计我多久了？要是别人不告诉我，我还真蒙在鼓里，我还真不知道我娶妻已经成了一个空壳。你还怪我？哎，你怎么不想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初结婚前说的明明白白的。结婚后你不再跟那边联系，可结果呢？你背着我，你每年都拿钱给那边。要是我不在这，你恨不得把大半个家你都搬过去。这么多年了，你没有在家过过一个呼伦年，还一心一意为我，一心一意为潇潇。你连带我回趟老家你都做不到。你就是看不惯连杰，看不惯我妈。怎么成了我看不惯他们了？太可笑了！哎，你让曲连杰进公司当集团的老总，一年亏损上百万，我忍了。曲连杰贪污公款、泡明星、包小三，我也忍了。他赌博，一签就是1个亿，你要替他还债，要保他平安，我也答应了。可你呢？你还要得寸进尺，你把我放在哪里？你把潇潇放在哪里？妈，爸，你俩别吵了。行，你闭嘴啊！你闭嘴啊！不要说话。潇潇是我女儿，啊，从小到大吃的喝的玩的乐的，是吧？我样样都依着她，啊，我哪一点亏待过她？连杰呢？他是我儿子，我不该照顾他吗？该，当然该。我真是瞎了眼跟着你，害得女儿跟我一块儿受罪。这么多年，你在外面找小三，我只当自己看不见。
你要照顾你妈，照顾你前妻，照顾你儿子。我强迫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心想，只要你心里还有我，还有我这个家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你不计较，你不计较，你偷偷买那么多房产，你不计较啊！你不计较，你背着我把房产转给潇潇，你不计较，你让我成为全城的笑话，连我这个自己的公司都成了一个空壳，我都不知道。行了，你俩别吵了。3件事情是吧？第一件事情，爸，你回来这么多天，家也不回，也不跟我和我妈说，就是为了替我哥还赌债。第二件事情，奶奶要在遗嘱里分家产，说家产一边一半，还让瞒着我和我妈，对吗？你以为我和小小什么都不知道？你这么些天不回家，你在外面偷偷干了些什么？你敢说吗？我来告诉你，找外面的公司盘点资产，要把一半的家产交到曲连杰手里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？那房子的事儿，你征求过我的意见吗？征求过吗？这是第3件事情，爸。既然曲家的家产是你和我妈一起挣下来的，按照你当时离婚时的约定，这笔钱跟曲连杰没有关系。那既然迟早都是要给我的，早一天晚一天无差别呀，无非是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。我不明白爸爸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。一共有多少房产？啊，折合市价是多少？原价是多少？啊，这些钱的来源是多少？都给我说清楚！你别问女儿，问我。爸，这是我赶出来的现金流量表，还有各开户银行的对账单。你不是问钱去哪儿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一部分进了潇潇名下的房子里，还有一部分在我们共同的账户里，属于你的那份儿。再给你看一份损益表，资不抵债。你慢慢看吧，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你就叫会计来问。哦，对了，你妈不是要把一半的家产交给曲连杰吗？随便，都拿去好了，全部给你们。我和潇潇净身出户，但是潇潇名下的房产你管不着。潇潇，饿了吗？走，跟妈到饭店吃点饭，让你爸呀慢慢看，咱们不打扰他。妈，走。妈，爸，你劝一下我。妈。妈，去哪吃饭呀？妈，别生气了，爸爸他不一定听奶奶的，他根本就不是听你奶奶的，他本来就存了这份心，拿你奶奶的话说事儿，实际上在为你哥攒资本呢。道理都说了20多年了，该明白早明白了，装傻。现在啊，无外乎就2条路，一条就是你爸坚决跟我分家产，跟我离婚，离死网破；还有一条就是他自打耳光，从此不再提你名下的房产，也再不提分家的事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跟我爸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这么有感情，第一条不可能。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我跟你说，你看着吧。潇潇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你完全回避，所有的事情我来处理啊。以前呢，我就骗自己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爸和我们是一条心。可这几天，他背着我，在后面搞了不少的猫腻，我真的再没有办法欺骗自己了。不，我要参与，至少妈妈也得有人说话。
妈，你放心，这次啊，我坚决站在你这边，绝对不当叛徒。潇潇，妈跟你说啊，要是爸妈真的离婚了，你也要在妈妈这边啊。哎，这个沙发真舒服啊！嘿嘿。我爸我妈要离婚了，怎么办？叶琴，我没法继续跟你逛家居了，我师傅家出事儿了，我得赶紧回去陪他。是，许潇潇啊，哭得还挺惨的呢。那走吧，那我送你去吧。走吧，走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玩笑归玩笑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爸爸妈妈会离婚。是我爸在外面女人就没有断过，我妈也有自己的小心思。可是即便是这样，我还是相信他们是相爱的。直到我妈把房产证交给我之前，我都没有想过他们俩能算计彼此到这种地步。也许你爸妈早就有问题，这件事情只是个导火索。安迪说的对，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。即使没有这件事情，你爸妈之间恐怕也是岌岌可危。可是我不要，我不要我爸离婚，我不想让我爸爸妈妈离婚。行了，别哭了。平时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指点这个指点那个的，怎么到自己事儿上了，一点承受能力都没有了？师傅，你别哭了，我看你这样我也好难受呀。可是我就是想哭。你们不知道，从小到大我最喜欢的人就是我爸跟我妈，可是他们总是没有时间管我，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。家这么大，就我一个人，所以我就经常自己跟自己玩，自己跟自己演戏，数着时间等他们回来。别的小孩晚上9点钟就睡觉了，我经常就会等到11、2点，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看他们一眼。后来我爸爸去年接他回家，跟我说那是我哥。我爸经常会带着他去打高尔夫球，去吃饭、钓鱼，从来都不带我。我爸跟我说，你是女孩子，不用学这么多，只要高兴就好。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爱捣蛋了。你是想吸引别人注意力，你怕你爸爸喜欢你哥哥，怕你妈妈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和你爸爸身上，所以你想，你不能被别人忘了。我有点不明白，他努力工作不是为了争家产，是为了博得他爸他妈喜欢，是这个意思吗，师傅？平时不是挺彪悍的吗？啊，其实就是个孩子。听我一句劝啊，你爸妈现在之间已经没有信任了，与其这样凑合着在一起，还不如分开，免得互相伤害啊。不要，我不要我爸妈离婚，爸妈不能离，他们要是离了，这个家都没了，我就成孤儿了。别哭了，师傅，你这样子我真的好难受呀。我以前特别羡慕你，我觉得你什么都有，肯定也什么烦心事儿都没有。没想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儿，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。那赵医生呢？他知道你爸妈离婚的事儿。我怕丢脸，我没有跟他说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跟他去连接了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争家产了。我宁可没有钱，我也让我爸爸妈妈在一起。我倒是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认为现在你的家庭最关键的问题都是因为钱。你和你哥哥也是争钱，你爸爸跟你妈也是争钱。现在你妈把公司的资产变现，给你买了房子，激怒了你爸爸。假设如果你要把这个房子还回去，你爸爸妈妈会不会因此而感动，就不离婚了？可是他回来不就是为了争家产？可是家产再重要，也没有家人重要啊。
我同意安迪姐说的。我也同意。唉，今天看到师傅哭得这么难过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要不是他教我怎么做生意，我根本不可能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。好的老师也需要好的学生啊。你这么勤奋，这么能干，我就做不到你这么一往无前。在工作上，我有很多地方都挺犹豫的。莹莹，你说我现在适合换个工作吗？为什么你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啊？没有，我挺喜欢的。我挺喜欢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和待遇的。就工作本身而言，我也觉得很满意，投入性高，参与度强，跟同事们相处也非常好。可是谢彤跟我说他要去美国了，他说他想让我跟他一起去当他乐队的经纪人。我答应他，我说我会想想看的。那你要跟谢彤去美国了吗？我还在考虑呢，不过我现在真的挺纠结的。因为我觉得谢彤他说的挺对的，就这样按部就班的过一辈子，真的有点不甘心。可就这么跟他去美国了，我又有点下不定决心。为什么呀？爱一个人不就要付出自己的全部吗？要是我，肯定跟他去美国。而且你想，去当经纪人还是在美国，我想想都激动。我也不知道呀，我确实爱谢彤。我很爱他，可是我仔细想了想，我好像没有那么讨厌我自己现在的生活。我现在的工作确实有点辛苦，但我从一开始我什么都搞不定，什么都不会，到我现在我可以一个人独自负责一个项目了，我觉得我很有成就感。而且我爸妈也在这儿，我爸妈就我一个孩子，你说我这要去美国了，他们怎么办呀？你看，你在这儿。安迪姐、樊姐、小曲，你们都在这儿。我想想，我要放弃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事情，我就去美国了。我真的是我有点舍不得。我刚刚都没想到，你要去美国的话，我们都见不到了。不行，你不能重色轻友，你不能离开我们，你不能跟谢彤走，不让你去美国。所以我现在犹豫啊，我现在正纠结着呢。唉，说我胆小也好，说我懦弱也罢。我就是觉得，这爱情再重要，可是生活不只有爱情呀，还有亲情，还有友情，还有工作。我不想因为爱情我就不顾一切，我想都不想我就走了。我觉得我做不到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虽然我很爱应勤，但我觉得我工作的时候也很幸福开心啊。咖啡我一包一包卖着，我觉得自己特别有成就感。而且我好几年见不到我爸妈，我肯定受不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是，现在这个专业不是我选择的，现在的工作也不是我选择的。可是我做着做着，我就把它当成是我的事业了，当成是我的生活了。去美国当经纪人虽然也很好，可那不是我的选择。我就算要去，也是完全为了谢彤。你这点考虑的非常好，谈恋爱还得谨慎点比较好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谢彤去美国再不回来了，你怎么办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好好想一想。我就算决定去美国，那也是我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之后，我自己下的决定，而不是因为我害怕失去谢彤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我跟以前的我还有什么分别？
秀啊，还是简单点吧。来，发喜糖啦！兰姐，你的喜糖给你放这儿了啊。好，恭喜啊！谢谢。你的，谢谢，恭喜啊！你的，恭喜呀！谢谢。但我说你这也太快了吧，连个消息都没有，怎么就结婚了呢？我也没想到啊，还以为会孤独终老了呢，没想到突然就遇到那个人，然后就昏头了。所以说还是不能将就。哎，你这个绝对是真爱。你看他说的时候，眼角眉梢都是爱的。哎呀，我们这些单身狗啊，都受不了了呢。哪有啊？其实一开始啊，我还挺担心的呢，觉得他工作又没我好，家境还不如我。后来一想吧，姐赚钱是为了什么？还不就是为了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过日子吗？坚持了这么多年了，要嫁就得嫁给爱情，不然前面这么多年是为了什么呀？对吧？看了一下你的资料，大学挺好的，成绩嘛也不错。但是我们咖啡店成绩好不好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懂不懂咖啡。你之前喝过咖啡吗？我喝过咖啡，雀巢、麦斯威尔，还有一个什么白咖啡。哦，没有，这位同学，我并没有嘲笑你的意思啊。当然了，每个人都有这个阶段性，我像你那个时候也是有这样的阶段性的。我也什么都不懂，都是后来我自己慢慢摸索、慢慢尝试、慢慢学习，到最后我自己学着学着呀，我就什么都懂了。你会写文章吗？会，写过一点儿。大学的时候还参加过文学社，得过奖。会 P 图吗？很熟练，我会 PS，拍照也还可以。行，我觉得你挺好的，蛮符合我们对你的要求的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我们公司尝试一下啊。实习期每个月是2800，等你转正以后每个月是3500，每卖出1件货可以提成5块钱，感觉怎么样？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公司，谢谢，由衷的欢迎你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。装的还挺像。这位同学，我觉得你这份简历非常的好。那，什么时候变那么贤惠了？好玩吗？就是很坑爹这个游戏，要充钱。哎，我有个事情想跟你说。我呢有个朋友，家里破产了，要借钱啊？不是要借钱。他破产以后呢，就直接从我们这圈子里消失了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。你说，如果有一天我也没有钱了，会不会也变成这样啊？会不会身边的朋友都不理我了？没了工作，没了事业，一点价值都没有。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是暴发户的二代，经常会被人看不起。但现在想想，我至少还有钱啊。如果一旦连钱都没有了，我会不会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如果哪一天我的手腱断了，不能再拿手术刀了，我最多不是赵医生，但我还是赵启平啊，对吧？所以就算你没钱，曲筱绡还是曲筱绡。我没有钱了，你还是曲筱绡吗？
因为我不是因为钱和你在一起的。我想，你小曲的那些朋友也不是因为你有钱才和你在一起玩的，对吗？嗯。这个季度完成了3个项目，年底之前还有2个项目。相比去年，我们的业绩有了很大的增长，今年增长了12%，同行业的增长率只有7%到9%。另外呢，我们还加强了业务培训，运营部和营业部定期安排学习活动。他们，曲总，啊。营业部和业务部安排了学习活动，定期开展业务差错分析。你跟大伙说一声，我有话跟大家说。今天通知大家开会。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大家都知道，最近我的家里出了点事情。由于我个人的原因，我决定把公司交还给集团。也就是说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不再是你们的总经理。总公司很快会派人来接替我的职务。我要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。可能我的决定太过于任性，但是比起公司，我更看重我的家庭。我有不得不去做的事情，即使我的努力改变不了什么，但是我还是会去尝试。所以我要跟大家道歉，临时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对不起。曲总，大家都很理解你。没错，曲总，您家里有什么事儿您自己去忙就行，公司都有我们呢。对呀，还有我们呢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一路陪着我，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纨绔子弟一路走到今天。我们做得很好，真的很好。这2年里，我们拿下了 GI 总代，我们完成了3个大型项目跟10多个中型项目，我们创造了上千万的利润，我们在分公司里名列前茅。你们真的很棒，特别特别棒。谢谢你们。能跟你们共事真的是我的荣幸，谢谢。决定了。小曲，加油！小曲，加油！师傅，你是最棒的，爱你么么么么。
合同已经签了，他们说了，如果我演出成功的话，可以续约1年，甚至2年都有可能。反正到了那边，演出是一场接着一场，前景是一片大好啊！你不知道，长城那小子听着这消息，高兴的都哭了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住宿的问题，他们也给解决了。到了那边，咱们拎包就能入住。我想了，咱们俩一会儿呢去趟超市，买点吃的呀、喝的呀，还有用的东西，然后咱们俩。谢彤，我不能跟你去美国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想放弃我现在的生活。关关，是不是你爸妈那边有什么问题啊？如果他们那边有问题的话，我还没跟我爸妈说呢。我自己仔细想过了，我觉得还没跟你到去美国的时候。可是，这样的话，我们俩就不在一起了。那你会跟我分手吗？我不会跟你分手，我怎么会跟你分手呢？难道我去美国你要跟我分手吗？谢彤，我爱你，可是除了爱你，我还有我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属于我的生活。我不想成为你成功道路上的绊脚石。你走了之后呢，我也会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的。我不想这样。如果你决定不去了，那我也不去了。不行，你一定要去，那是你的梦想，你那么热爱音乐，如果你不去的话，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。我爸妈跟我说过，说2个人在一起要一起进步，我觉得他们说的挺对的。你觉得呢？的确，如果我不跟你去美国的话，我们的感情会遇到很多问题。但是我相信，只有经得起考验的感情才是最真挚的，才是最值得我们付出的。所以你到了美国之后呢，即使我不在你身边，我还是希望你能认真地唱好每一首歌。也许你会大火，也许你不会，但你永远都会是我的骄傲。谢彤，你要记住，自始至终都有一个人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他永远都是你最忠实的观众。我会永远在这儿等你回来，听你唱歌。潇潇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爸妈，我来是跟你们谈判的。我不希望你们离婚，不希望你们越吵越大，更不希望我们这个家就这么散了。从小到大，我都很在乎你们，可是你们永远都没有时间陪我，永远都在忙着买房子，忙着赚钱，
忙着开公司。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开家长会，同学们的家长一早就到了，只有我的家长永远都在出差，永远都没有时间。我小的时候还经常因为爸爸不在家被同学嘲笑，说我是没有爸爸的孩子。自从爸爸把曲连杰带进家以后，这个家就更乱了。爸爸经常给我钱买包、买化妆品，让我帮着盯着妈妈给你放哨。妈妈也经常给我往兜里塞钱，让我盯着我爸的行踪，随时向你汇报。我很乐意这么做，因为这么做是我接近你们唯一的途径。我做的越多，你们俩就越高兴。可是潇潇，妈妈是真爱你的，你不可以这么想。小潇，爸爸也是爱你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妈你是爱我的，我也知道爸爸你是爱我的。但是比起我，你们两个更爱钱。更爱把钱掌握在手里的感觉。这个是我公司的公章，这个是妈妈上次给我所有的房产证，还有公司这2年的利润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我的车，这是我所有的东西。我通通都可以不要，只要你们两个不要离婚，我可以不要1分钱的家产。你好，请问樊胜美在哪个地方？在那里。好，谢谢啊。小美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干什么？我来干什么？你不清楚吗？我妹妹为了躲我，电话也不接，公司也换了，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这个地方。起诉书，我写的，特意亲自给你送过来，让你看一眼。行了，我拿到了，你可以走了，别在这丢人，行吗？谁丢人了呀？是谁把我房子卖了，占了我家产，让我不得不打官司呀？小美，不要这么无情好不好？咱们兄妹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，眼看就要法庭上见了，你就不想跟我多谈谈？行，有什么话出去说，别在这儿说，太丢人了。就在这儿说，光明正大的，有什么？你现在不是能干吗？不是架子大吗？不是连自己家人都不见了吗？有什么不能守着大家伙面说的呀？行，你不怕丢人是吧？行，我当着大伙面说，让大伙儿给我评评理，到底咱们俩谁不要脸？你那个房子，首付是我付的，房贷是我跟爸妈各一半，这有银行汇款记录的。照这么说，这房子有1大半都属于我，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我卖了怎么了？我卖的是为了给爸治病，他们的生活费是我出的，你们家生活费也是我出的，你儿子学费、生活费都是我出的。我对这个家仁至义尽，我对得起这个家。打官司，好啊！从今天开始，我每个星期我不往家汇生活费了。至于以后要不要汇，汇多少，法院判决为定。你们就花爸的退休金吧，少是少了点，起码比没有强。你凭什么不往家里寄钱呀？你不寄钱，爸爸妈妈怎么办？蕾蕾怎么办呀？所以呀，好好孝敬爸妈。爸爸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们连这点钱都没有。打官司，我奉陪到底。我拿原本应该给你们的生活费去请律师，我让他帮我拖延时间，我就一直上诉。
直到胜诉为止。我就算败了怎么了？败了我也可以拖延执行啊！我拖你个1年2年的，你不说我有钱吗？我有钱，我就是不给你。樊胜英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亚超，曲曲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怎么了啊？告诉我，怎么了啊？哭这么伤心，什么事？你跟我说。嗯？什么事？你跟我说啊，有我在。我把什么东西都还回去，可是我爸爸妈妈还是要离婚。他们真的不管我了，他们真的丢下我不管我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啊！就算他们离婚了，他们也是你爸妈，不会不管你的啊。你不知道，我爸根本没有他说的那么爱我。他跟我说，奶奶重男轻女，重视曲连杰。其实这个跟我奶奶根本就没有关系。我明白，如果不是你爸自己也这么想，他不会这么对你。我爸他还得了便宜卖乖，他一面想着照顾他的前妻，照顾我奶奶，一面又想让我妈帮忙打理公司。我妈她多傻呀！我妈就这样同意了，就这样被骗了几10年。老赵，曲连杰一输就是几千万上亿，曲家砸锅卖铁的替他还钱。可我呢？我挣点钱我就这么的不容易。我为了跑生意，我几10个小时连轴转，我4天飞了3个国家。可是我爸他根本就不在意，他都没有想过我得多累呀，我得多努力，我才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啊，还有什么好郁闷的？这样的人何必让他勉强跟你妈在一起？与其勉强维持所谓的家，还不如让他们俩分开，对谁都好，是不是？我明白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可是我就是心里难过，特别的难过。不难过啊，以后呢，我们俩就好好孝顺你啊。他想去哪玩呢，我们就带他去；他想跳广场舞，我们就陪他跳，对吧？他想吃农家乐，我们就陪他吃农家乐；他喜欢什么漂亮的衣服，我们就给他买什么漂亮的衣服。啊，不哭。老赵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我把公司还有房产本我都还回去了，可是他们2个还是要离婚。这下好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公司也没有了，我家也没有了，我就剩下我这个人，孤零零的，像个孤儿一样，特别可怜。没事啊，你还有我养你。不会吧？
婆送的，要不要喝一杯？好啊。你碰到你哥哥了？对，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我在这儿上班啊，我正上着班呢，就被他堵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儿，把我一直想跟他说的话说出来了，而且声音特别大。我还告诉他，你不是要打官司吗？可以啊，我奉陪到底啊。谢谢你，安迪，是你让我发觉，原来我遇到事情都会不自觉地往后缩，也是你让我学会了主动。真的，我今天在我哥身上小试了一把，效果非常好，我好像认识到了全新的自己。这些都是你的功劳。哪里啊？其实道理你都懂，而且后果你也知道，确实就是不能妥协。我这次一定要忍住，即使我妈跑到我面前来哭，我都绝不会松口。我要让自己变得强大一点。你已经很强大了。我妈上2楼，不管哪个姐妹出事，你第一个冲在前面。你真的很强大，很勇敢。我会让自己变得更强大，更勇敢。我今天请叔叔阿姨来，是想替潇潇说2句话。我知道自己是个外人，没资格掺和你们家的家事，可我还是这么干了，因为你们伤害了潇潇。看她那样，我很心痛。我刚刚认识潇潇的时候，一直觉得很奇怪，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性格？她看得起谁，就对谁什么都好，反之，她就事事针对。后来我终于明白了，因为她待人有2套标准，而这2套标准是你们教给她的。你们出于各自的目的，从小培养她以不同的标准待人，其实这让她很吃亏，常常被人误解。即使是这样，她还是爱你们的。她甚至放弃所有你们给她的一切东西，只希望能够一家团圆。小赵，你别说了。阿姨，我得说，我得把潇潇心里的委屈都说出来。其实潇潇不喜欢钱，她努力工作、努力赚钱，只是为了让你们高兴。她要证明自己不比曲连杰差，因为她只有做的比曲连杰好，好10倍，好100倍，叔叔才可能给她一丁点的爱，才会看得起她。可是凭什么？就凭曲连杰是个男的？您不是没有把家产给过他，得到了什么结果？1个亿，丢了整整1个亿啊！你为了帮儿子填补这个黑洞，甚至不惜用1辈子的心血去冒险。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想过潇潇的感受吗？想过阿姨的感受吗？还有阿姨，叔叔重男轻女，你应该站出来为自己说话，为潇潇说话，而不是容忍她处处退让。更不应该让潇潇夹在你们中间做你们博弈的棋子。潇潇不是你们争家产的帮手，更不是你们用来刺探对方的工具。她是你们的女儿。你们要离婚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以后你们怎么对待潇潇，我也没法干涉。但是有一点。你们不要他，我要；你们不养他，我养。哪怕粗茶淡饭一点，但我会让他活得很简单，活得很快乐，活得神采飞扬，像他原本应该的样子。
小美。百川，坐。啊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这一年呢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。我请你来，也是为了感谢你。这1年多，你给了我最大的心理依靠，真的。我哥出事儿，我爸中风，我哥坐牢。总之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我就会去找你，因为我知道只要我找你，你肯定在。我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扔给你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替你想过，凭什么？那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而且有时候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太理想，还没有你那些22楼的姐妹们做的多。要谢，你也应该多谢谢他们。我也很感谢他们，他们对我真的很好。但是我最对不起的人是你，海川。你我一样的年龄，一样的出身，一样挣扎在上海，想要打拼的立足。可是我凭什么对你要求那么多？我自己绝望的事情我就扔给你，我还要要求你做好，做到我满意为止，我凭什么？我现在明白了，我把你当成了救命稻草，所以我死死地抓住你不放，我绑架了你。对不起，白川，我欠你一个巨大的人情。小美，你肯让我做事情，那是看得起我呀。不，我找不着别人，人不是那么好找的。人人都爱锦上添花，却不愿意雪中送炭。白川，你为我做了很多麻烦的事情，还伤害到了你的父母。我真的是丧心病狂的把你抓顺手了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这么自私，不应该这么毫无顾忌的利用你，对不起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小美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说了这么多，是不是为了房子？是不是因为房子上没写你的名字，所以你才要跟我分手？不是，房子的事情你没有任何错。我本来1分钱就没有出，我真的挺不可理喻的，我不应该迁怒于你。你知道，我都觉得那天的我很丑陋，很狼狈，我都不敢相信，我樊胜美怎么会变成那个样子。我看见小秋，看见关关，他们都为了爱情去付出、去努力、去改变。我其实也想了很多。百川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救命稻草，我都不知道我究竟是爱你，还是因为我不堪家里的重压才不肯放弃你。你这么全心全意的对我，你不应该遭受这样的待遇。我家的事情应该由我自己来承担，而不是以爱的名义去强加在你身上，所以必须要结束这种病态的关系。如果有一天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的话，我也希望是以各自独立的姿态重新开始。我必须要学会自己站起来，我才有资格去奢求爱情，我才有资格去选择是否站在你王百川身边。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话。好。哦，对了。
我帮你找了一些物业产权纠纷的一些案例。你哥不是要告你吗？我还帮你找了一些法律条文和一些案例，仅供你参考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跟我说的这番话。谢谢你，让我感觉到自己还有希望。真的。再见。怎么办呀，英琴？我觉得我好幸福啊！谢谢你。是我该谢谢你，就是因为有你在，我觉着天特别蓝，特别高，太阳特别亮。我跟你说话呢。嗯。哎呦，真的，莹莹，我就感觉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就这么坐着，别的什么都不干，我都高兴。我也是。怎么办呀？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虽然我现在很幸福，可是22楼的姐妹们不幸福。樊姐跟王帅哥分手了，关关跟谢彤马上就要分开，而且也许会很长时间。虽然他表面没说什么，但是我知道他心里很忐忑的。还有曲潇潇，你看他平时那副样子，可是最近他偷偷哭过好几回了。我什么都不会，我也不知道能帮他们什么。我就想啊，我最擅长的不是做饭吗？我可以给他弄火锅啊！我就想把我的幸福跟快乐可以分享给姐妹们，让她们也幸福和快乐起来。好。我得搜一下，逛家居，我们新房的家居。往这边一点，这样。啊，好。你看他玩多开心啊！是啊，真没想过有一天他也能有朋友，能像别的孩子一样，高兴的玩，开心的笑。谢谢你，帮我把他带到上海来。应该谢谢小明，他让我心爱的人笑得如此开心。冷吗？我不冷，我
怕你冷。是有一点点。再见，老师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慢一点，别跑，地上很滑的。你慢一点儿。跑慢一点。大哥哥带小明跑步，小明很厉害的。是小明一直很厉害。来，画板给我。就是小明很厉害的。咱回家吧。走了。今天外边好冷啊！明天晚饭我请大家在202吃火锅，一定要来哦！缺席者严惩不贷。再见。小明跟大家拜拜。再见。拜拜。拜拜，慢点儿。再见。拜拜。激动啊！不离了，我爸妈他们不离婚了，说要给彼此一个机会，学着重新相处。你说我怎么这么幸福啊？这不挺好的吗？那晚上我请你吃饭，给你庆祝一下。哦，晚了，晚上小蚯蚓请我们5个女孩子吃饭，不让大家数过。不是吧？你怎么会这么的重友轻色呢？哼，那怎么对？谁让我是曲筱绡呢？拜拜。你说我怎么这么幸福？张雪萍，我爱你。小点声，当心脚别崴了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您好，请问是樊胜美吗？您是？我这边呢是南通法院的。今天呢打电话是想告诉你，您之前的那个案子呀，原告已经撤诉了。真的？我特意提前通知你，是想让你过一个好假期。您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手续已经全部办完无误，你可以放心了。谢谢您啊。请问您贵姓啊？我回南通的时候可以去拜访您一下。不用了，美女。我表弟初中的时候很喜欢你，让我替他递纸条。你呢非常懂事，还对我说谢谢姐姐。不像别的小美女，看着翻白眼，甚至当场撕掉纸条。今天以这种方式跟你见面，我当然是想帮一把的。好，祝你好运。哦，对了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姐妹们，我哥撤诉了，法院刚刚通知我的，祝贺我吧！再等一下吧，开了才能放呢。是吗？开大点吧。你看能不能把火调一调？我看之前爱情就像五月风，哇！当当当！哇！什么呀？这才是。我知道这个，那个五谷杂粮，这个好吃。哎，就你馋，大家都没吃呢。来，怎么着？师傅不发威，你想造反呢？就你这小样，你还想管我不成？管你咋地？你也不看看现在谁的底盘？听过那首歌没有啊？在我地盘嘚儿，你就得听我嘚儿；在我地盘嘚儿，你就得听我嘚儿。我看你是挺嘚儿，你才嘚儿呢！你的，你的，来，
生，他干嘛呢？怎么这么多美女围着他，还喝酒呢？这是。哎，肯定又是个巨烦的手术，想发泄一下呗。吃醋了？吃什么醋啊？这又不是1对1的。哇，旧社会式的贤惠啊！女人的鸡零狗碎，她什么没有见过呀？对她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感情，知道了吗 ，Andy？ 知道了。那我觉得不对啊。如果说是男朋友要求自己的女朋友不能跟异性接触，那他也不行。这人和人都是平等的，不能厚此薄彼。那些都是理论，没用。不像我在赵医生面前什么脸没丢过呀，什么丑样他没见过呀。我们俩现在是灵魂共鸣，什么允许不允许的，他都会对我坚贞不屈，足够厉害。哎，我发现你这个歪理还真挺多的啊。不过有一点你说的挺对的，在恋爱当中呢，信任是最重要的。就像我跟谢彤，虽然接下来我们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了面，但我还是相信他。我相信我们的爱情是经得起考验的，也相信就算很多人不看好我们，但是我们还是会坚持下来，生根开花。关关，我觉得你变了好多，你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比以前有想法了，真的，你这样特别好。那当然了，1年过去了，你们2个小屁孩也长大了。哎呀，樊姐也老了。这以前呀，这老觉得这30岁以后的女人就不堪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一直想着要30岁之前把自己嫁出去。可是后来想想，我为什么要将就自己呢？只有该结婚的感情，没有该结婚的年龄，对吧？我这过了30岁以后，反倒觉得轻松了，这样挺好的。我呢，就要做剩女中的战斗机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在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对不对？我多自在啊！现在对于丑女来说啊，年龄才是把杀猪刀；但是对于美女，年龄只是一串数字。安娜，像你这样的红颜祸水，多的是男人为你前仆后继的。哎呦喂，我是不是得认为你是在夸我呀，小妖精？不过说句实话啊，跟王百川分手以后吧，我还挺舍不得的。以前不管怎么样，就算没有那么爱他，但起码有一个人在你身边，比你一个人要强很多。有什么事情就抛给他好了。可是后来呢，我就是因为这个才跟他分的手。我觉得我自己不应该什么事情都依赖别人，我要学会自己独立去面对生活。樊姐，可是像王总那样的钻石王老五，在外面可是很多人抢的。你要是把他放走了，万一被别人抢走了，该怎么办？爱情呢，本来就是充满变数的，两个人要性格相投，要步调一致，才能修成正果。不过说句实话，王百川吧，人还是很好的。你们知道吗？我都跟他分手了，他还给我找了一堆法律上的资料供我参考。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，看感情；两个人分开就要看人品了。王百川人品是真心好，那也是因为你长得漂亮，你长得美呀。对呀，当美女真好，这长得美，说话都有底气。说的有点道理，但是也不应该全是。比如说，如果你要是不美的话，小谢就不跟你在一起了吗？什么意思呀？安迪的意思是说呢，两个人刚开始在一起呢，是会因为你的美而相互吸引，赏心悦目吗？可是时间长了，凭什么？凭的是你的个人魅力。安迪是说你有魅力呀，小妞儿。我觉得安迪姐说的对。你看我在咱们这里面长得不是最漂亮的，但是为什么应勤喜欢我呀？还有你的小谢彤那么喜欢你，说明咱们俩还是有魅力的哦。比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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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爱你哦，比心。其实真的，我觉得女孩子真的不用太在乎是不是有多美，应该自信一点，性格魅力比较重要嘛。不过说实话，最应该批评的是你，安迪。你谈个恋爱谈得太理智了，热恋的时候谁想这么多呀，对吧？那个时候看所有男的都是天下最帅的，看所有女人也是天下最美的。等长了眼了，不是离婚了就是分手了，天下太平。我真的不太在乎帅不帅美不美，我比较在乎能够心灵交流。来，我建议为了咱们的爱情，干一杯！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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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杯！现在你最幸福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。我樊胜美有存款了。
你知道我终于有存款了，虽然不多，但是我知道那属于我的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拿这些钱去填家里那个大窟窿。我要为自己而活，我不能总为别人活，对吧？我要为自己做主。就是因为遇到你们，你们教会我成长。你们知道我家里什么情况，不嫌弃我，还天天跟我在一起，对我那么好，还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情，帮了那么多忙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让我有了一个新的开始。全在酒里。既然樊姐有了新的开始，那我也一样。从今往后，我曲潇潇不靠家里，靠我自己。我说到做到。好样的，师傅，为你鼓掌。你不干掉吗？哎，真好！哇塞，你刚没喝完。那我也干一杯。今年呢，是我这辈子谈的第一次恋爱。虽然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一直跟谢彤在一起，我也不知道我们两个能不能有个 happy ending， 但至少我现在敢遵从我自己内心活了。谢谢你们，能让我勇敢地踏出这一步，谢谢。哎，你可别喝完啊，少喝点。该我了，该我了。我是22楼里面第一个要结婚的人。明天我就要结婚了，我可能要搬出去住了。也许以后没有这种情况，我们能常聚在一起了。但是在我的心里面，22楼就是我的娘家。你们永远是我的娘家人，爱你们每一个人。比心，比心，比心！我是你22楼的妈。哎呦，晚安。好像是到我了。你们都说那么好 ，OK， 好吧，我也说几句吧。其实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是我自己最迷茫、最痛苦的时候，好在有你们陪着我。但是现在我有包子，而且其实我最开心的事情是我把小明接到了上海，我可以每周去看他了。所以我希望，不管你嫁人了搬不搬出去，明年的今天我们还能够聚在一起。为我们干杯！为明年的今天干杯！自己导航才能活得更漂亮，怎么去活掌纹在你的手上，有过绝望才懂觉出有希望，野草生长生命里却最顽强，温柔倔强也会撒娇投降，天使魔鬼都是我的羊，夜色里上天起来